应该不用点。You are live。大家晚上好。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在各自的频道上是不是应该已经都开始直播了？我们先检查一下啊。这个在我的频道上直播已经开始了。看一下啊，直播。你那边呢？我看看啊，现在我点一下，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对，开始了哈。那就行。然后去发个推，发个 Discord。然后我们这就算正式开干。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是我拎着我们本家范凯，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大龙虾到底怎么玩。我呢是装了一次我大概装了3次吧。第一次呢是在我的 MacBook Pro 上就是我现在的本机上我装过一次，跑了2天以后让我给卸了，因为我发现这东西实在是太不安全了。然后呢，第2次呢是我在 Oracle 云上，因为 Oracle 云是可以免费开服务器的嘛，在那上开了一台，然后跑了几天以后呢，也让我关掉了，因为我已经开了2台免费的服务器了，再开就要该交钱了，因为它这个东西还是挺耗资源的，不是说这个用很少的资源就可以跑起来。然后第3台呢是我在我的这个游戏本上我在 WSL 里头开了一台，但是呢那一台呢是只要 WSL 的那个窗口一关就退出了。然后呢是因为 Windows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你把窗口关了以后它就给你回收了，你下次再打开了以后呢它继续服务，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而且呢我总是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和能力呢表示质疑，然后所以就没有特别认真的去用起来。我看你在这个 X 上面反复的去发，哎呀我今天让它干嘛了，明天让它干嘛了，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干嘛呢？你到底拿这玩意儿干嘛了？都跟我讲一讲我发现就是现在用这个 OpenClaw 小龙虾基本上2类用户一类用户呢，就是他一开始他没有建立一个良性循环，他就没有用起来，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好在哪儿。还有另外一类用户，就像我这样的。然后以及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跟我是一样的，就是用起来以后就上瘾了，然后几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吧，那个少的有3天，多的可能1、2周，就是废寝忘食的玩这个东西。我身边至少有2个一个是做股票做得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呢，他是在加拿大，然后原来创业失败后跑到加拿大去，然后也是基本上都一玩了好几天，极度的上瘾。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看到的是2类用户然后没有中间状态。这2类用户呢，我认为他其实实际上在我看来，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点，就是他真的都是在一台独立的 Mac Mini 上去跑的，所以一开始不会担心说我在环境的调试上要花很多功夫，也不会说这个跑在我自己的比如说 Mac 笔记本电脑上担心有很多安全问题，或者破坏了我自己电脑上的一些设置跟环境。就是你要有一个独立的环境，你去跑它，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你给它足够多的权限，然后呢你才能找到感觉然后你要把自己平常的一些你要把自己平常的很多用到的一些东西吧，一些文件知识库一些东西全都抛给他然后你才能用出感觉。我基本上是这么感觉的。所以别上来就用 Windows 用这种云端其实呢一开始你会感觉体验就会很差，慢慢你就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好玩的了这个是我的一个体感吧。就是这东西在云端其实没有那么好用你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这个反馈。我觉得有几个前提吧，就是第一个，你上来一定是先在你自己家里电脑最好是一个 Mac Mini， 就是一台独立的 Mac 电脑上去跑。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我春节前呢，我一个朋友那个是一个成都的朋友，他后来创业很成功了，非常有钱。后来他看我在那个 X 上玩的很爽，然后呢他就那个叫什么，他捐赠，就是他送了我一台那个 Mac Studio M4，然后128G 内存的，这个机器买下来差不多32000多人民币呢。然后呢但是因为快过年了，
然后他那个我收到的那一天的第2天我就要走了，所以呢我就当天急匆匆的把那个 Mac Studio 稍微安装了一下，然后呢我后面都是远程连上来去弄的，这个时候体验就感觉大打折扣，因为我有的时候需要用到图形界面，我还要那个通过远程一个远程桌面连上来，操作就很慢，很多操作就感觉很不顺手，一开始环境也没有完全配好，所以我通过我这个使用的体感告诉大家，就是一开始啊，你安装小龙虾 OpenClaw， 就是你给它配你的这些 memory 的文件呀，配它的这些那个 skill 的功能啊，然后它有什么这些工具可以调用啊，这你最好就是在这个电脑在你本地你去配，不然它这个速度很慢啊，或者中间断了，或者网络连接出问题了，或者各种问题了，你就会特别受挫折。所以我这个 Mac Studio 也是那个拿到手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发挥功能的。我现在我小龙虾主力还是跑在我原来那台Mac Mini 上的。所以这个就我想说的嘛，就是说你用 Windows 啊，或者是你用远程的这种云主机啊、虚拟主机啊，它的体验绝对是我觉得至少折扣打到50%以上啊，它这个打折很厉害。第二个呢，云端主机它没有图形用户界面的。所以你像它那个小龙虾，它去调用你的，比如说 Chrome 浏览器啊，这功能你整个就被阉割掉了嘛。你像有一些，比如它帮你发推特的帖子啊，或者是帮你去抓取一些网页啊，因为现在很多网站它反爬虫嘛。但是呢，就是它如果小龙虾它可以控制你的 Chrome 浏览器，你Chrome 浏览器你自己本身在这个机器上你账号已经登录了嘛，它在控制你的 Chrome 浏览器，那不就跟人操纵是一模一样的嘛？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它直接可以控制你的浏览器登录你要那个登录的网站，帮你查后台数据，它什么事儿都可以干。但如果你没有图形用户界面，那你这些功能你又被阉割掉很多嘛，是吧？所以就想说了，你的网络的环境啊、图形用户界面啊都没有，你被阉割的很厉害。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用 Mac 电脑的话，它也会被阉割很厉害的，是因为这个OpenClaw 这个作者他叫Peter Steinberger， 对。然后他实际上就是他长期在 Mac 电脑上去做开发的。然后呢，他这个 OpenClaw 它不仅仅是说一个智能体软件，它要调用好多的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呢，它其实很多工具啊，它都组合进去了，甚至他自己也开发了很多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呢，都是通过苹果的那个电脑自带的叫 Homebrew 一个 Brew 的工具去安装好多工具。这些工具如果呢你跑苹果电脑，很多的它调用的工具软件你是没有的。所以很多功能它也会缺失的所以我就说嘛，你最好上来就用一个 Mac Mini， 你基本上就是满血版的，不然的话你用 Windows 也好啊，用云主机也好，Linux 它反正就不同程度会打很多的折扣，你就会发现，哎呀好，你就会感觉它没有那么好用啊。这是我准备这个直播结束了以后去翻一翻闲鱼，看看有没有谁去出 Mac Mini 的。对。然后对，有时候用 Mac Mini 也可以用欧拉玛跑本地模型，节约大量 API 费用。其实呢，我是觉得呢，如果是你能跑本地模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你不是跑一个特别优秀的本地模型的话，实际上呢，还不如调远程模型。你调远程模型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你稍微花点钱啊，买个什么Minimax 啊 JLM 的这种编程套餐，我觉得还是够用的。反正我自己现在因为没有用量特别大嘛，我是直接接的我 GPT 20美元的那个订阅套餐嘛。是，所以我看目前还是够用的。OK， 我的 GPT 20美元套餐基本上被我用来跑 Codex 了 ，Codex 还是非常爽的，就是特别是 Codex for Mac 那个客户端，哇，爽的一塌糊涂。对你，其实实际上，如果你那个 GPT 套餐不够的话，你可以升级到它的那个100美元的套餐嘛。因为 GPT 它是要220完了上就200了吗？200吗？200啊，他不是说马上推出一个100美元的中间套餐吗 ？Anthropic 有100的，OpenAI 好像就是200。对，OpenClaw 它不光叫 Homebrew 嘛，反正就是它因为很多工具是在苹果平台上开发的。所以，它好多工具，你要如果在其他平台上，它可能是没有的嘛。是，了解。那么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老老实实的找一个 Mac Mini 啊，这个不要想着任何投机取巧。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二的这个体验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这个阿里云在美国的我忘了是
哪个州还是明尼苏达州还是哪个州有一个机房，他们那个机房的那个主机呢，就是专门跑 OpenCloud 的主机，7.9块人民币一年，然后第2年大概是600多，第1年是7.9块，我就去开了一台，开了一台完了以后，巨难使，因为那完了以后，除了 TUI 以后啥也使不了，你包括那个 Web 界面都打不开，因为它 Web 界面只能支持 localhost， 你还得再去配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才能把那个 Web 界面打开。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了，我说实在受不了这东西，太累了。对，我觉得就老老实实用 Mac Mini 就好了。主要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这个 Mac 用户，我很早啊，我是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开始用 Mac 电脑了，用了有20年了，所以对我来说就很丝滑就切过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区别吧。就如果你本来我也是老 Mac 用户，但我是 Mac 和 Windows 一直都在动，觉得没什么障碍。如果你原来是个 Windows 用户，或者是连那个操作系统用户，你对这个 Mac 不熟悉，那你用起来一开始就可能就会挺难受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它一开始这个配置系统其实还是挺麻烦的。是没错，我自己倒不觉得，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20年的 Mac 用户，但是呢，我一个咱们是 Mac 用户，还一个咱俩都是程序员。对，然后我那个搞投资的朋友呢，他其实在我的指导下装好了，然后我就发现他碰到很多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我都没有想到。是，那你现在的 OpenCloud 最主要的就是用途是什么？除了陪你聊天之外，比如说你让他做这个标准 GPT 的活之外，他还在干什么？我这么说吧，我过去因为大量的用那个 AI 的话，还是在那个网页或者移动端，然后跟他那个 Chatbox 在用，对吧？然后现在其实我基本上都不用那个 Chatbox 了，然后其实全都迁移到OpenCloud 里面来了。OK， 所以你要问我的用它干什么，我首先第一个，我认为是我过去所有的 AI 的使用，从 Chatbot 已经完全迁移到小龙虾上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用途。第二，首先我说实话，我认为这个用途让我就已经很爽了，是因为你原来用 Chatbot 呀，你每次重新跟他聊一个话题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他那个上下文的记忆，它不是很全的，你也没有办法手工去指定他能记住什么，不能记住什么。但是因为你用小龙虾的话，你是可以给他指定一个记忆文件的，就是首先就是他的你这种性格设定，你就可以全局设定嘛。然后另外的话，你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今天要跟你聊个事儿，然后呢，你去看哪个目录，然后呢，我在那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文档，先给我扫描一遍，然后咱们再聊。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用法啊，就是我现在的用法呢是，我把我常用的所有的这种工作环境都变成了那个文件目录了。我在我自己的电脑的主目录下有个叫 Workspace 的目录，这个 Workspace 目录下面呢有不同的子目录，除了编程的任务啊，除了编程任务之外，所有其他的任务我都建成子目录了。然后有比如说那个投资的有个子目录，然后有我过去所有的，比如说那个知识管理，我最早知识管理用印象笔记，后面用这个语雀啊，我现在都把它这个导出成那个 Markdown 的一个目录叫 Knowledge。然后还有呢，就是个人的一些规划呀，一些事业规划，一些想法吧，然后跟这相关所有的文档，然后联系人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我建了一个叫 LifeOS 的那个子目录，然后还有平常比如说像我那个碰到什么事儿随手记一记，然后会记到苹果的那个 Apple Notes 里面，叫备忘录里面嘛。这备忘录我也可以让小龙虾每天帮我导出来。导出成一个子目录叫 Notes 的。还比如说像就是以前看到什么好的文章啊，不就把它给它保存下来嘛，用印象笔记的剪藏嘛。现在就是用 Obsidian 的一个插件给它保存成一个 Markdown 文档，都丢到一个目录里面，叫 Reading 的目录里面去。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我的写作也是一样，写作也专门有个子目录，就所有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分门别类弄些子目录。然后呢，我告诉然后我这些目录就 Workspace 这个目录下，我会有个 README 的文件，告诉 OpenCloud 我到底是干啥的。然后底下每个子目录也都有 README 文件，告诉他那个这是干啥用的。然后我每次上来就跟那个我的小龙虾说，我的小龙虾 Freddy 星期五，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Freddy，我现在我要写，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创这个长视频了，你先这个到我的 Workspace
下面的子目录 writing 这个子目录下，然后你先给我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的定义好的写作的风格，什么目录应该怎么着了。根据这个，你现在给我按照一个模板给我创建一个新的目录出来，哗，创建出来了。好，咱们现在讨论什么问题，然后你给我怎么着，就基本上它所有的动作它都有，就是基于我过去的文档啊，基于我形成的规则呀，基于这些东西它都可以那个怎么说呢，都可以帮我来管理所有的硬盘文件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我很多的工作方式就是举着一个麦克风跟他聊天，不停跟他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使用场景吧，当然这个场景可能没有那么性感啊，但我觉得很有用，就是体现出来了小龙虾的用处。就是我现在每周周日晚上，然后会有一个直播，然后直播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周的 AI 行业的新闻啊，然后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啊。然后那个直播脚本我现在其实都是让小龙虾帮我写的，然后我怎么让他写呢？很简单，我就说你去到某个目录下，你看一下我之前这个每周的这个直播脚本，我说这个直播脚本原来也是你帮我写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播规范是什么样子的？那里面有模板文件，都看一遍去吧。看完以后说好，你现在你帮我写本周的直播脚本，然后你看之前的那个所有的要求前面都有了，你就按照这个来做就行了。那我现在呢，我们需要这个去更新的就是本周有哪些重要的新闻。我说你自己联网检索，你弄出几条来，然后让我来挑，他就给我搜，给我弄出几条。然后当然有些他搜索也不是很好，我就直接跟他口述了啊，比如说这个本周对吧，就发生哪几件大事儿 ，OpenAI 又拿了1100亿的这个美元的投资啊，啥啊，我再跟他口述一下，我说就这个新闻，你得给我这个搜一搜好，给我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给我补充好。哎，他就给我补充好了，这样就可以了。我就通过口述的方式，他又能够帮我把直播脚本给完善好。然后另外比如说每周有些新闻啊，我就直接跟他口述，口述完以后他就帮我整理，差不多我觉得很快吧。可能我每周准备周末的这个直播，我觉得最多可能就花半个小时，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通常情况可能就花半个小时，他就帮我把这个差不多我估计得要有个7、8千到1万字的直播脚本就写好了。然后中间还包括每个段落是什么。段落中间再插一些这个跟用户的互动提问，然后这个长脚本就写好了。然后前2、3期可能我还会让他多改一改，到现在基本上就是非常符合我的要求了。就慢慢的等于是磨合好了啊，等于慢慢磨合好了。对，就磨合好了。而且就是我下次跟他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说你把前面内容你先看一遍再说，他就把之前所有的内容给看完了。然后现在在做这个事儿就极其的丝滑，对吧？包括做直播的准备啊，那个长视频的创作。其实我今天还准备创作个长视频，就是讲一下，你看这个Block 这个公司1万人一下就裁掉4000人，然后结果这个还能很好，所以就是它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信息化时代，这个其实打工它是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嘛。但是现在 AI 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脑力劳动都不稀缺了，那未来怎么办呀？这个现在不是说未来社会注定通缩嘛，大部分人都失业了，然后就大概就想做这样的选题，然后我其实这选题已经做到一半了，然后也是就是跟他聊，夸大量的聊，然后他就会帮我那个不停的补充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协作的方式吧。我过去的话，如果是在 Chatbot 里面是没有办法的。Chatbot 里我要准备很多材料给它上传上去，然后弄完以后我还要再复制粘贴出来，就非常的麻烦。就是整个的输入输出完全基于本地的文件了，我事先规则都设定好了，而且可以这种怎么说，这种长程的记忆它全部都是有的，而且这种记忆文件你自己也可以修改啊，就变成了我跟 AI 共同的来协作做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是在让 AI 来帮我管理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工作和平常的日程吧，所以这是我是觉得它第一个用途吧，就是比较重要的用途，就是就是通过这种文件系统的方式，能够让你跟 AI 进行紧密的协作，并且通过这些文件系统呢，能够让 AI 读取到足够多的上下文，然后呢，就这种使用方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很丝滑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现在经常跟 AI 会探讨一些问题，比如最简单的，你看我现在想做一些海外收入嘛，到底要怎么做呀？然后比如说 YouTube 就发个视频，然后发现效果不好啊，
我说那你登录我 YouTube 后台，你帮我去做的数据分析嘛，这为啥不好啊？你给我分析分析，就真的能给我分析出原因来，而且分析完以后，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啊，就做这种视频的分析啊，还比如说这个账号应该怎么样运营啊，比如运营 X 啊，又运营 YouTube 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配合啊？反正我就这些问题都会跟他讨论，然后呢，他就会那个帮我做分析，分析完了我觉得很好，我就说行，你帮我把这些讨论，我们不已经得出一些结论了吗？你帮我整理整理，然后给我保存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目录下，就真的给我整理好了，保存成一个目录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你账号运营的一个策略不就有？OK。然后下一次我有几个问题啊。对，然后下一次有问题啊，你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跟这个小龙虾是在聊天的，那么他是自己挂了一个 Whisper 的模型进去吗？不是，其实很简单，我就是通过 Telegram， 然后跟他那个打字嘛。但是呢，我是那个什么，我就装了一个那个语音输入法。我最早呢用的是那个什么豆包语音输入法啊，觉得已经不错了。后来又尝试了那个 Typeless， 然后 Typeless 发现它更强，$30一个月啊。对，然后它那个其实更强。然后其实我觉得用豆包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要是觉得很贵的话，你就用那个豆包的 AI 语音输入法。然后呢，那个我就是每天跟他说话就完了。而且我现在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其实弄了一个这种小键盘，2键的小键盘，然后左边按键就是唤起语音输入法，然后右边按键呢就是 Enter 键。所以我每天就举着这个，啪一摁，好，摁左键就开始呱呱呱说完以后，啪一摁。语音输入结束，看没啥问题，右键一摁 Enter， 然后就在 Telegram 里就提交了。提交以后，然后其实就是一长段文字不就出去了吗？其实这个时候你首先你不用担心你说错了话，或者说不用担心那个你的语音转文字转的不准确，是因为呢现在 AI 对于这个文字的语义的识别已经很好了。所以首先呢，你做一个语音输入法呢，豆包啊，它已经能够很好的识别了。然后如果用 Typeless 识别更准确。第二个呢，就算上的那个Mac 上的微信好像也有这个功能了。对，是但是微信的语音识别准确率不如豆包，这个我都试过，你测试过哈？就是微信是最烂的，然后豆包会好很多，然后 Typeless 呢就已经让你很完美了。然后基本上如果你用 Typeless 的话，你会感觉到你叫言出法随，也就是说你其实真的是用嘴巴来创作的。然后呢，因为那这$30还是挺值的哈。对，就是那个 Typeless 我是买了1年的嘛，它一个月多少$12，一年的话是100多美，好像100多少美元，反正就100美元出头吧。然后呢是包年的，然后因为我经常就是我不是说跟他说2句3句话，我是经常一说就说5、6分钟，就经常能达到上限的。因为 Typeless 它一次只能说6分钟，我经常就说到5分半那个或者接近6分钟。然后中间就会有很多废话嘛，你说了说，不对，这不对，我再重新说一遍，这个没关系 ，Typeless 它都重新帮我整理好的，所以 Typeless 首先帮我整理了一遍，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因为文字我再提交给那个通过 Telegram， 我再提交给那个小龙虾，他又会帮我整理一遍，所以我就会发现我现在的写作其实打字已经很少了，我基本上都是用语音那个来那个大段的输入我的思想，他就帮我整理。然后我就是后期他弄好了以后，然后我再手工改一改一些语气上的呀，一些这个词汇上的呀，再做一些调整。后来以至于后来我都把我的这个给升级了。我现在其实主力用的都是这个键盘，这个键盘6键2旋钮的。我想象不到它有多么强大。就是我一个是呼出就唤起语音输入的，这个是 Enter 键，这2个跟2键是一样的。第3个是什么呢 ？Shift Enter。因为有的时候 Shift Enter 就是你在那个输入框里，你说打个要换行回车嘛，回车不提交嘛。然后这个是 ESC， 因为有时候说到一半觉得说的不对，再给它取消。这是 Tab 键，就是跳空格的。然后这个呢空格键就是说到一半，然后空2格，然后再接着说。然后上面旋钮呢，这是上下，就是光标上下，光标左右移动，这是光标上下移动。然后这是然后这是 Backspace， 这是 Delete 键。所以我经常就是举着这玩意儿，然后就跟那个 Telegram 的说话，然后那个几乎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电脑键盘都很少去使用了，所以就你会发现我每天大量在说话，可能一天
我觉得我一天就是使用这个，我统计了一下那个语音输入法吧，差不多我一天那个光使用语音输入法的时长就要超过2个小时了。哦，所以就是说我这现在的个是一个值得学习 AI 的地方。的沟通方式，它已经不是说敲键盘了，很少，就是有需要精确的改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大部分时候都是就举着这个呱呱呱跟他讲。OK， 了解。不，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我是这个设备是还有这个什么嘛，有这个有这么一节嘛，就是我就直接把这一节的这头插在这个电脑上，完了它就是 Type C 了嘛，插电脑上，然后我就可以很小声的跟他说，甚至我有的时候会出门的时候光带一个这个，然后呢它有内录，就是可以录几个小时的声音，然后我就直接把录完了以后呢，回来把那个文件导到电脑里去，然后扔给这个谁呢？扔给这个像这个什么Anti-Gravity 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工具，我说去给我把这个录音整理成需求文档，然后夸夸夸变成一个 Markdown 文件出来。哎，你要是你就是你这种出去啊，大量的记录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想什么开会记录，这个推荐你这么一个东西啊，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呢，它叫什么呢？它叫 Plod Note， 叫什么 ？Plod Note。我这个是别人送给我的，叫 Plod Note Pro。它这个小卡像卡片一样，像信用卡一样大小，薄薄的。然后呢，可以把它这样插到一个皮套里面去。插到皮套里面去呢，然后可以，我看看我的 iPhone 在这儿。这个 iPhone 上面直接后面给它粘上。对，这样就行了。然后需要录音的时候，这个长按一下就可以，就开始录音了。也可以录好多个小时，连续可以录50个小时。它就是一个录音笔，它呢跟那个你的 iPhone 可以通过蓝牙文件传输。录好了之后呢，在这边有一个 app 叫 Plod 的一个 app， 看一下啊，就这个。钉钉好像出了一个类似这种东西。对，然后它就那个音频文件直接传上来了，然后它里面直接 AI 给你解析。1个月好像是有多少个小时的，免费的用量。然后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在海外其实卖的很火。然后呢，我就发现在抖音上啊，阿里的钉钉也出了这样一个东西。对，钉钉出了一个类似完全克隆的，叫什么钉 Talk A1，还有那个老罗永浩，我看还在推它呢。它这个海外的可能要1000多块钱，然后呢，阿里那个钉 Talk A1好像只要788块钱，便宜了好多。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错，还不如这个呢。我看这个更便宜，而且收音的效果奇好啊。是，就是如果是你自己直接去用收声的设备也可以。对，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强。就你手机需要开着吗？不需要，它也是单独工作的，就是你单独拿一个这个东西就可以录音了，它内录的，它就直接那个收声到你那里面去了。对，而且它也是可以通过蓝牙连到手机上，然后再传过去，都是 OK 的，就是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完整的，只是它的录音效果特别特别好，而且它跟那个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拿这样的一个设备连在电脑或者相机上的话，它是可以离开可能几百米的，就是可以离开非常远，可以传回去。因为我反正是有这个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棒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让他去访问你的 X， 让他访问你的 YouTube， 你是直接把账号给了他，还就是让他在这个浏览器里去访问呢，还是说给他做了一大堆授权呢？我就让他在浏览器里给我打开用就完了。这样。因为对呀，你在那台 Mac 上，你 Chrome 浏览器你已经登录账号了嘛？你就说你就打开 Chrome 浏览器，然后你去用就好，然后他就真的会去打开 Chrome， 然后去操作的。哎，我试过，好像它确实开了，但开完了以后，好像显得很笨拙，我的感觉是。哎，他如果笨拙没达到的要求，你就跟他说，你给我怎么弄，反正你就批评他，你就 PUA 他以后，然后他就开始道歉，然后他就开始拼命的试几次他就行了。因为他会不同的换方法的，他一开始默认的方法可能真的是比较笨的，但是你就骂他，然后你骂完他以后，然后你会发现他就会道歉，然后说我再换个方法，我一定要试，然后就开始不停的试各种方法。这么神奇的这个事情，
真的，我经常骂他的。前提是你一开始调试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要看着一个图形界面去调的。最开始对，就说如果是 Chrome 浏览器的话，那你肯定你最好看着它嘛，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最后操作出来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嘛。如果没有图形界面，纯后台任务倒是不需要，就它运行完了以后，最后给你个结果嘛。你要如果让它给你什么打开浏览器帮你查一些东西，那你肯定要看一看，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弄的不对嘛，出来的结果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了解啊，它是这样的一套系统。那你看到了别人用 OpenCloud 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案例？特别是我比较关心那个，你有一个投资的朋友，他们拿这玩意儿真的炒股票吗？炒股票没有，他其实自己是本身就是做趋势投资的。他其实实际上拿那个OpenCloud 主要帮他做投研分析，就过去很多的资料他要自己收集的，然后现在就是你给他下命令就完了，然后他就哗，然后去那个到处爬，反正你把梯子给他搭好嘛，然后他反正就是把过去他可能要几天时间才能搜集全的这些资料啊信息啊，他现在全部他可能1-2个小时他全都弄好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像投行的这种底层那个分析师这个行业，我感觉可以失业了，就是投研分析报告这绝对是非常的强。然后我是觉得呢，OpenCloud 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你不要指望一个任务它一开始就能做得很完美。就是如果一个任务做得很完美，其实跟你直接用那个 ChatGPT 啊，或者直接用 Cloud 它没有什么区别。它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它一开始给你教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差的，这个时候你要狠狠地骂他 ，PUA 他，说你做的不对，你怎么烂，你浪费我的时间，我对你太失望了，啥，你给我好好的去干，怎么的，你一通骂，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试呢，他就会试很多的路径，中间可能会有失败嘛，然后你告诉他你验收的标准是什么，他就拿这个标准自己反复的去试，然后最后你会发现结果就很惊艳。因为他中间是在整个的聊天和你骂他的过程中，他记住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一开始他不知道你的他一开始他不知道你的验收标准是什么，然后他默认呢总是用那种资源最少的方式给你实现的。然后其实你可能这时候发现效果不好嘛，然后你就说你就骂他嘛，你就说这不对，你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呢用一些更复杂的策略去尝试。这过程当中呢，他甚至可能会发现。就在这过程当中，他甚至要自己去安装一些工具，他会要求你来批准，然后你就批准说可以，没问题，这个权限给你，那个权限授权，你要安装这个 skill， 你要安装那个工具，可以给你安装，他就好，就开始安装一堆工具，然后再申请很多权限。这个时候他就会用一些更复杂的策略、更复杂的工具方法、一些那个工作流去尝试实现这个任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又碰到问题，然后他又解决，然后再碰到那再解决。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过程我就是装工具、装 skill 这些东西我能理解。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 PUA 它了以后呢，它是不是把整个这个过程都记下来了？然后下一次他比如说他犯了一次错误，他下次就不犯了。因为我们跟 Chatbox 聊天的时候，你是这次怎么犯错误，下次还怎么犯，对吧？它一般是这样的。虽然 OpenAI 号称有一个记忆。对吧？但是呢，它这个记忆窗口其实非常小，因为你如果记忆窗口大了以后，对于它的成本也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等于每一次沟通的时候要把那个记忆窗口都扔进去嘛，它也受不了，所以它的记忆窗口非常小。那么你对于这个你使用 OpenCloud 的过程中啊，你比如说它整个的这个改进的过程，除了装插件、装这个软件、装提权、装 skill 之外，然后呢，你这个比如说中间你告诉他我是要这样的东西，我要那样的东西。你把这个标准给他的过程中啊 ，PUA 的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对吧？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它都是自动的会把它记下来，然后下一次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得更好？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记忆，就是默认的情况下，它是分成2级记忆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它会明确的写到几个很核心的文件里面的。这个文件一旦写进去，比如它的那个 memory 啊 ，user source 就是有几核心的那个 markdown 文件。一旦写进去的话，它是100%就是能记住一辈子的，这是长程记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会记忆到它的绘画里面，因为就是你每天跟它所有的对话记录呢，它会记录一个文件时间的，比如2026 2月28号什么什么的一个markdown 的文件。这个呢，它不默认情况下它不会去
去扫描这个记忆文件的。但是呢，如果你 PUA 他的话，他就会去看。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骂他骂的非常的狠的话，他觉得这个事儿很严重，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呢提取成几条规则，会写入他的长程 memory 里去。对，他会写到这个记忆里，所以他就永远不会忘了。但是常规情况下，如果你没骂他，你跟他聊这些事儿呢，他第二天他真的默认情况下，他就不会去扫描这个记忆，他就不记得了，不记得。但是你可以口头提示他，我说这个，比如说你跟他说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刚刚跟你聊过，你怎么忘了？你给我好好的回忆回忆。这个时候他就会去扫描之前跟你的对话记录的，这时候他就记起来了。好吧，这是一个 PUA 是这么工作的，就是你再 PUA 一下，他就给你提全了，把这个规律给你提到 memory 里去，或者提到 soul 里去。是啊，然后现在就是还有一种用法，就是现在其实还有一种用法，你可以给他外挂一个向量数据库，那基本上就是他的记忆能力超级无敌强了。是。但是外挂我看有人好像加叫什么Memo 0或者什么这样的这种外挂的这种存储系统。对，是。但我个人觉得，你外挂一个向量一个向量库不是不行，但是有的时候容易把这个事儿给搞复杂。我是觉得你反正没事，你 PUA 他一下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啊。OK， 了解。实际上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你 PUA 的过程就是。第一个让他去查一下以前说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你会很严厉的 PUA 他，然后他就会把一些既定的规则或者你的要求提高到这种 memory 点 MD 里去。对，是没错，我觉得你总结很对。然后呢，我实际上还有一个自己的方式，就是呢，我每次跟他讨论了我认为重要的话题，然后我要求他总结一下，并且把这个东西呢形成一个文档，保存到。然后我指定那个目录下，然后下次讨论相关的问题，我要求他先给我阅读这个目录文档，然后呢，我再跟他继续讨论。这样的话，他就会有选择的把我指定的一些规则加载预先加载。了解了解，看来我也要好好再去认真的用起来这个东西了。那么。刚才我们讲的主要都是在本地的 Mac Mini 上跑啊，云端你试了吗？云端我没试，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我现在是没空，我要有空的话我会试的。然后我一个朋友他是怎么玩的呢？他有一个 Telegram 的付费群，然后呢，他那个在亚马逊上部署了一个Open Claw， 然后把那个 bot 呢放在 Telegram 群里面了，他这个群就很活跃。因为好多那个内容就不需要他去答疑了，这很多内容他可以让那个 boss 去答疑，因为他可以把这些知识库挂在那个云主机上嘛，这样的话那个 boss 他就可以替代他回答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呢，你把一个 Open Claw， 然后连上你自己的知识库，连上你自己，比如说你的付费会员群里面有一些核心的资料你都放在里面，然后让 boss 去读取，帮你去做这种客服，其实非常的好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发现实际运营的效果特别的棒，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还有一个朋友很搞笑，第二还有案例很搞笑，就是他本地有一个 Open Claw， 然后呢他云端呢，然后装那个云端那个买了一台 VPS， 然后他让他的 Open Claw 连接到那个云端的主机上，因为你只要给他那个账号密码 IP 地址不就行了吗？还有 SSH key 嘛。你给他的话，就是他要求他那个 Mac 电脑的小龙虾登录他云端的主机，在上面安装一个小龙虾，然后他那个本地的小龙虾真的就在云端上装个小龙虾，然后呢，他很多任务呢，他本地的龙虾可以分派给那个云端的龙虾，让云端的龙虾去干活，就让小龙虾去指挥小龙虾。是。然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用法，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可以什么呢？在手机上也装一个小龙虾。手机上有吗？是另外一个开源的软件了，叫那个 Bot Job。然后呢，你可以在手机上装小龙虾以后呢，让你 Mac 电脑的小龙虾指挥你手机上的小龙虾干活。手机上的小龙虾有个特别的那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它可以操纵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比如说微信啊，比如说那个短信呀，比如说电话这 app 呀，它用龙虾去操纵手机。
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龙虾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因为它可以打电话出去，它可以在那个手机上去那个叫什么，用 app 用手机号啊、验证码啊去注册一个新的账号，然后他自己还可以到手机短信里去收验证码，去激活账号，然后他就真的可以去像人一样去使用一台手机。它这个手机龙虾这个它也是24小时在运行吗？对啊，是啊，你只要手机上它这个你只要你的这个手机电池里面有电，它就是24小时运行的呀。OK， 哎，这挺好玩的。它是在 iOS 上有应用，还是在安卓上有应用？安卓就是一定是安卓手机，打开你的那个 USB 调试功能，然后呢，它反正你去搜吧，一个叫 BotDrop，BOTDROP，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用那个东西去装上一个手机端的小龙虾，然后手机端小龙虾装好以后，其实你不用自己去控制它，你就用自己电脑上的小龙虾给它下指令，然后让电脑端的龙虾去控制手机端的龙虾。好吧，这个应该还不算 Sub Agents 啊，这个还是这个比 Sub Agents 复杂多了，这个玩意儿。它不是一个 Sub Agent， 它应该叫做什么呢？用一个 Agent 去管理其他 Agent， 它不是一个 Sub Agent。对，不能操纵苹果手机，就是安卓手机。我为此专门花了1000块钱，1400多少，1300还是1400块钱买了一台红米的手机，但是最近还没空去玩它。是，那你现在在Open Cloud 上跑的主要是 GPT？ 对，如果是我也尝试过跑 Cloud 的话，它确实很容易就触发它那个上限。然后用跑 Gemini 和那个 GPT 都没有问题，但是 GPT 现在不就是对于 Open Cloud 支持的特别好嘛，都官宣了嘛，对吧？合并了嘛。不是，把人挖了嘛。然后 GPT 本身呢，对于大家通过订阅套餐来使用它的这个 Codex， 它非常的欢迎，它给的用量也非常慷慨。然后我发现呢，这几个模型吧，就是Cloud Opus 4.6 确实是最强的。然后其次是 GPT 5.2，然后再次才是 Gemini 3.1 Pro， 所以我就选择 GPT 5.2 作为主控的 agent 了。是，了解了。哦，那你有没有试过 Kimi 或者是 GLM Minimax 这种模型？我倒是有一个 GLM 的Coding Plan 的套餐，然后反正我也配到小龙虾上了，然后有一些这个什么整理文档啊，就是要求不高，但是需要调动 token 量比较大的，我就让他去跑一跑。好吧，效果，但是你要找这种很复杂的任务才能比较出差异来啊，你这样简单任务让他跑，这比较不出差异来啊。我自己就是其实比较过的，我是觉得国内的模型会差一些，就是这个会有一些体感的差异。我没有严格的做测评啊，但是体感的差异是有的，就是体感差异会差一些。是。就是我自己体感差异的话，就是使用 agent 的这个场景，明显就是 Opus 4.6是那个最好的，它就属于绝对是冠军。叫人狠话不多，就是它不会有太多废话，然后执行任务非常的精准。然后 GPT 5.2的废话挺多的，你要经常给它去做一些纠正，然后但是也还能完成任务。Gemini 呢，感觉就是经常方向跑偏，你要往回拉就有点费劲。国内的呢，那就凑合能用呗。就大概不可能用，对，因为我特别犹豫，说是不是干脆花这个139一个月去订这个 Minimax 的有一个叫 Max Cloud 的一个套餐，你订完了以后，它等于直接给你开好云主机，然后直接给你配好了。我觉得那个如果你自己本地有一台 Mac 的话，我认为其实用 GPT 套餐就挺好的了。如果你要想要更好的话呢，你再订阅一个 Cloud 套餐，这样一个月$40嘛。然后 GPT 呢作为主控的 agent， 然后呢一些也比较严肃的，你希望控制更好的任务呢，你临时切到那个 Cloud Opus 上，这样一个月$40，我觉得就已经非常 OK 了。然后国内的模型你要花个190美元，不是190人民币，4728，那我觉得还不如用我推荐这个套餐呢，就是 GPT Plus 加上那个什么套餐。你现在不是有那个GitHub Copilot 的套餐吗？你也可以直接在 Copilot 套餐上去试啊。在 Copilot 套餐里面，它就是用量更少一点，但是 GPT 啊、Gemini 啊，还有 Cloud， 它其实都是有的。是，
那个 Copilot 的套餐那个很容易就用超了，而且一用超了以后，需要下个礼拜才回来，这实在受不了。它不像那个 GPT 那种，它就是5个小时以后就回来了，它他妈下个礼拜才回来。对，是。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有 GPT $20的订阅，我觉得够用了。你除了让它用 Codex 之外，你直接就给它那个什么也用 OpenClaw 也给它用上，先到了那个限额再说嘛。反正我自己用下来，我 GPT 没用到限额。不过 Cloud 确实很容易用到限额 ，Cloud 那$20的我随便用一用就到限额。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有关键任务才用 Cloud。就是 Cloud 是不是给的额度特别少啊？是，我觉得应该是的。GPT 最近不说是那个什么了吗？就是你买了这种$20的套餐，然后 Codex 上面直接是 double 了嘛，直接给翻倍的 token。对，因为我们用小龙虾就是用 Codex。对，它是通过 Codex 来使用的。所以它的用量是非常充足的，不用担心那个，除非你跑特别大的任务，否则你不用担心它超额。好吧，我 Codex 是跑秃噜过的，因为我当时用那个叫什么SpecKit，就是做那种带这个软件工程那种编程，一会儿就出去了，那个实在是太好token了。那你用国内的套餐吗？弄个国内的像什么 GLM 的套餐，几十块人民币的。我试过 GLM 套餐跑过，但是发现它效果奇差，就是各种的跑偏，然后跑着跑着就跑不回来了。是如果像你这种编程任务的话，一般认为最好的还是 Cloud OPAS 4.6，还有 GPT 那个5.3 Codex， 这2个是最强的嘛。但是你那个 Cloud 的话，它很容易就超额，就秃噜了。所以对，然后还是用那个GPT 的 Codex 那个模型会更好一点，它的那个更实惠一些。了解，那我不准备再去尝试云部署，或者是 Kimi Cloud， 或者是 Minimax Cloud 这种东西了。哎呀，我觉得不要用国内那个东西，为什么呢？我是说，如果你要用国内的什么 Kimi Cloud、Max Cloud，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国外的服务它访问不了，然后你就打了更大的折扣了，因为你好多对吧？它跑起来的时候，它经常要去Web Search 啊，然后去抓取一些资源呀，安装一些软件。能跑，因为他们都是他承诺了，就是即使你买的国内的套餐，因为它第一个是它分国内国外，它是分开的，它都有，它有国际版。然后你即使买国内的套餐的话，它至少Telegram 什么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挂上的。就是它的云服务器应该都还可以用。那可以，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对。那么当前的 OpenCloud 升级的速度是飞快的，每天日更。这个它每天日更，你会跟吗？我不会每天跟的，就是你如果因为我现在已经重度依赖于这个 OpenCloud 了，因为我现在就很少就是说用那个 Chatbot 了嘛，所以如果我一更新，我这个整个服务就不能用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巨难受的事儿。所以我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我不是一台 Mac Mini， 然后一台那个 Mac Studio 嘛，我现在的小龙虾主力其实是跑在 Mac Mini 上的。这个 Mac Mini 我没啥事儿，我就不升级了。然后我这个 Mac Studio 呢，然后呢，我可以在上面随便折腾，但是主力不跑在上面，就相当于2个环境，一个是生产环境，你没事别升它，还有一个是折腾的环境，你随便去折腾。哎，我看到它升级还是挺方便的，就是 OpenCloud， 然后打个 update， 然后自己就升级了。升一次级大概也就是可能3-5分钟就升上去了。是，升级是很方便，但是你不知道升级了之后，它是不是又出现一些不兼容的问题啊？一些什么消息不响应啊，或者是启动发现又启动不起来了，它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是，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OK。那么现在的话，社区其实关注度挺高的啊，就是说，这个经常讲说，哎，这个版本有些什么新功能，那个版本有些什么新功能，你是遇到什么样的版本一定会升级呢？或者说主力会升级？我会看一看它那个就是升级了有什么新的功能嘛，除非这个功能让我特别心动，我就会升级。如果觉得这些功能也没啥我特别需要的，我在生产环境下我就不升了。我最近一次升级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叫 Stream 回复，就 Telegram 的 Stream 的回复。之前就是它就自己吭哧，然后在那儿等，
然后把完整的回复都生成完了以后，啪一把扔出来，对，它现在 stream 就是可以一段一段的，然后那个就是生成一段，它感觉稍微自然一点，生成一段回复一段，然后这个我就升级了一下，后面我就没有再升级。了解。那么这个最近这个 OpenCloud 闯祸的事情也蛮多的。你比如说，美塔的那个好像是个华人小姐姐吧，负责安全的一个小姑娘，把这个东西接到邮箱上，然后直接把邮件全给删了的，这样的事情她也干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控制好这个风险，就是你要去想这个事情它是有如果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你能不能回滚？或者说产生了这个破坏性的结果，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你最好做安全性的隔离嘛。是。然后如果可以接受，那你就去搞就完了。是，对，这个一下给他把邮箱清了，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跟暑假作业被烧了一样。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产生破坏性的，你就不要让他去弄嘛。了解。而且就是说就是那个事儿，我是看到，但是我没仔细看啊。他可能是因为那个 Meta 的邮箱系统是不是不够好？因为如果你像我现在用Gmail邮箱，你删了就删了，无所谓啊。我分分钟可以从那个垃圾箱，然后再给它恢复回来啊。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可以回滚的错误。我估计他可能不是通过 SMTP 或者 IMAP 去控制的邮箱。它可能是通过这个叫什么浏览器直接控制的邮箱，控制完了以后直接删除，就把那个垃圾箱清了。那没办法，那这属于他自己管安全的，这个安全措施没做好。他就觉得这样很爽呗，肯定是。是，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工作我是肯定做的，因为苹果的话，我会定期做那个备份的，就是苹果它不是自带一个软件叫 Time Machine 时间胶囊嘛？是时间机器嘛，不是时间胶囊。Time Machine， 然后我没事儿，我就可能过个几天时间，我就 Time Machine 去做一次备份，所以这样的话，我也不太害怕它伤我电脑上的东西，大不了我 Time Machine 就给它恢复了。我是用过一段时间 Time Machine，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玩意儿太耗电，然后也特别消耗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算力什么，我反正就觉得这东西只要跑起来，然后这个电脑的风扇就呼噜呼噜在那响，我最后就把它放弃了。我反正大概过个几天时间，我就是弄一个移动硬盘插上去，然后让它备份，备份完了以后拔掉，就大概几天时间会手工的去操作一下。是，了解啊，因为我是有 NAS，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 Time Machine 直接建在 NAS 上的。哦，那你这个费劲啊，它隔个10分钟给你备份一次，那你是受不了。你要在那里面把它那个备份的频率给它降低了。那它不停的备份，而且备份的，因为我电脑上特别是跑剪映啊、剪片子嘛，那个碎文件特别多，然后那个备份的过程极其痛苦。因为它需要不停的比对。对。哎，就是你电脑还是太少了嘛，你给它分开嘛，跑小龙虾的单独跑小龙虾嘛，这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我现在你像我们家，我儿子一个电脑，我太太2个电脑，我2个电脑，然后这个再整一个来回，有点那个什么了，有点淤了。是我需要我们家已经快要上机柜了，我告诉你。我这儿还有 NAS， 我现在每天在 NAS 上还跑得不亦乐乎 ，NAS 上一堆 Docker 在那跑来跑去的。我一开始看到小龙虾的时候是惦记把它那个扔在 Docker 里，后来发现妈太痛苦了。挂上去以后，然后你想连通它，哎呦可麻烦了，因为它只认 localhost， 你还得那个什么叫什么Tilescreen 啊 Tilescale， 对，还要折腾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东西，哎太烦了。对，是。我一开始折腾这个网络也是也折腾了一段时间。是。然后我现在其实有个用法，我觉得用的特别好。这个可以简单的花个3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就是我的电脑上我也装了Tilescale 了。然后呢，我装 Tilescale 呢是为了做文件同步，因为我一开始不是介绍我把我的那个 Workspace 目录，然后直接让小龙虾来帮我管理了嘛。是。然后呢，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嘛，就是我是用 Tilescale 呢把我的 Mac Mini
Mac Studio， 还有我自己的 MacBook 笔记本，这3个在用 Tailscale 组成了一个虚拟局域网。然后呢，装了一个那个文件实时同步软件，叫 SyncSync， 这个叫做我敲一下 SyncSync， 装了这样一个那个叫 SyncSync 的软件。这个软件呢，它其实是点对点的文件同步，可以做在局域网我3台 Mac 中间呀，会把我这个 Workspace 的工作目录，然后进行快速的实时的3个可以同步。所以呢，小龙虾在它的 Mac Mini 也好 ，Mac Studio 也好，它但凡改了这个文件，差不多几秒钟之内就会同步到我的 MacBook 笔记本上来。然后我的 MacBook 笔记本做任何修改，也会几秒钟之内同步到另外2台 Mac 上去，非常的快。所以相当于我就算不在家里，我现在的同步是使用的群晖，同时进行协同工作。就是我的同步是群晖。就是我只要装这个叫 Synology Driver 啊 ，Synology Drive 啊，它就自动的开始同步了。我有一个目录是自动跟群晖上的一个目录同步的，就是群晖 NAS。然后呢，它那个我几个电脑之间实际上是在你一个目录里去同步的，也是干这个事儿。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关键是你应该让自己和小龙虾可以共同编辑一些工作文件路径。是，你也可以修改，让小龙虾也可以修改。他改了以后，你马上你这边就看到变化了。比如说我很简单，我在 Telegram 里面给小龙虾下个命令，我说呢，好，咱们讨论完了，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呢，你先给我写一个草稿出来。他不就他不就在那个 Mac Mini 上就把这个草稿给写好了吗？是一个 Markdown 文件嘛。因为有文件同步的功能，2-3秒之后，在我的电脑上，然后我打开的 Obsidian 里面，这篇他写好的稿件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甚至于说我不在家里，我在外面也是可以这样的。我通过 Telegram 给他下命令，跟他协作，然后他修改他本地的文件，但是很快，可能过个几秒钟就同步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就可以打开来看。了解啊，对，这你讲到了另外一个软件啊，就是这个 Obsidian， 好像现在Obsidian 突然变得非常非常流行了。对。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这个 AI 的智能体啊，它最原生的文件格式就是 Markdown。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为了能够让 AI 能够更好的来阅读这些文件，然后管理这些上下文，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文件用 Markdown 的格式去表达。是。然后那个当你把所有的文件都写成 Markdown 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一个 Markdown， 就是编辑 Markdown 非常好的一个软件。那现在就是编辑 Markdown 比较好的软件，那不就是 Obsidian 吗 ？OK， 所以现在大家把 Obsidian 作为一个这个新时代的 IDE 来用了。是，当然也可以不用 Obsidian， 比如说用那个 VS Code 也可以，它也可以去管那个去编辑 Markdown 文件。Markdown 它就其实完全当这个什么，完全当标记语言使了，它不给你渲染。对，是没错。但说实话 ，Obsidian 它的那个字体渲染也很差劲，所以后来我让小龙虾给我写了一个 CSS 文件，让它模拟语雀的那个字体渲染效果，给我写了一个自定义 CSS， 然后我就给它配上去了。后来发现是在 Obsidian 里面显示的 Markdown 的文件就看着漂亮多了。是这个 Obsidian CLI 是有，然后小龙虾可以调用 Obsidian 的 CLI。来直接做那个 Obsidian 的管理，就可以帮你去建整个 Markdown 文件的知识图谱。挺好的。我准备把这个小龙虾跑起来，再把 Obsidian 也装回去。其实我 Obsidian 一直有，但我 Obsidian 之所以一直没有成为我的主力工具的一个很核心原因是，我还有很多安卓设备，然后它这个 Obsidian 的这种跟安卓设备之间的同步很痛苦，这个东西。啥玩意儿？Obsidian 跟安卓设备的同步很麻烦不需要同步，你就记住，你的 Obsidian 文件不需要同步到手机上。我现在就是在你这几个 Mac 之间跑来跑去就完了。对，我原来跟你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这些文档呢，除了在 Mac 之间同步之外，那我这个 Obsidian 里面这些 Markdown 文件，我还希望给它同步到我的手机上啊，或者是到 iPad 上，我在 iPad 上不就可以看了嘛，是吧？对啊。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执念，
啊？因为为什么？我在我的 iPad、iPhone 或者是安卓上面，我只干一件事儿，就是安装好 Telegram 和 Discord 就行了。啊，我要如果让他去给我查一个 Markdown 文件，我就直接给小龙虾下命令，你去把我的那个某个目录下什么文件内容，你给我那个显示出来就完了，就让小龙虾去给我编辑，我不要自己去手工编辑了，我只在电脑上打开 Obsidian 去手工编辑，但凡在移动设备上，我都是操纵小龙虾去给我编辑。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是这样的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到底啊，对于不同的用户来说，比如说是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啊，或者是程序员啊，或者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啊，这个以前叫程序员，现在只能叫业余程序员的人，这个你对于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最佳实践有什么样的推荐没有？啥？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分3种状态啊，第一种是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啊，这个但是他比如说有各种的文档需求或者是业务需求啊。第二种呢就是像咱们俩这样的啊，咱俩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你说咱俩算主力程序员，肯定属于吹牛逼了，对吧？咱们现在属于叫业余程序员。第三种呢就是现在的主力程序员，对吧？你对于这3种人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他们应该怎么来使用 Open Cloud， 或者他们适合用这玩意儿不？首先，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完全小白的话，他现在自己弄 Open Cloud 还是有我觉得是有挺高的门槛的。对，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啊，比如说像我现在也琢磨着让，因为我在我那个孩子的 iPad 上给他装了个 Telegram 嘛，然后我也回头想让他去用嘛，但是你让他自己弄肯定是不现实的，对吧？这种对电脑这种操作不那么熟悉的人。就更多的是我们把它配好了，然后给他们开一个账号，然后让他们去用，比如给他配一个单独的一个 bot，然后让他们去使用。所以对第一类用户呢，我觉得就不要让他们接触电脑了，就纯粹通过 Telegram，甚至都不需要让他经过 Discord， 就用 Telegram， 就是通过这种像那个即时通讯聊天一样的方式去使用就够了。我觉得这是第一类用户。然后我再说第3类用户，就是那种真正的程序员还在大量写程序的。我说实话，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我认为现在其实很多程序员对于 Open Cloud 的使用，我认为是不如第2种人的，就不如第2种叫做，就可能那个不是现在主力写程序，但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极客的，是因为现在的程序员他太把自己思维局限在我要用 Open Cloud 啊、Cloud Code 这些工具呢来实现 Web Coding 了。就是他实际上还是把 Open Cloud 当成一个编程工具在用，所以我认为反倒是思维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你拿 Open Cloud 来编程，那当然可以，但事实上我觉得 Open Cloud 可以做的事情远远超过编程，你反而应该让他去做更多的事情，帮你去做调研报告啊，帮你去做数据分析啊，帮你去做管理你的工作的日程啊，帮你去做更多，帮你写文章啊。帮你去搜集那个视频的素材啊，帮你去做视频稿件的粗剪呀，反正诸如很多很多的事情，帮你调用很多很多的工具，帮你整合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而更重要。所以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我现在我反倒从来不用 Open Cloud 去写代码，我就说我明确的分成那个2个场景，一个场景叫什么呢？编程的场景，编程的场景，我现在就是用 Open Code。或者是 Cloud Code， 其实主要用 Open Code，因为 Cloud Code 那个我那个$20的 Cloud 的那个套餐啊，它稍微用就没有了，所以我其实还是用 Open Code， 对，用 Open Code 调用它的那个 GPT 的 5.3 Codex， 它的用量比较足。编程场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编程场景它其实就是 focus 在一个文件目录下就可以了，你其实不需要更多的东西的。然后 Open Cloud 呢，这个小龙虾呢，它其实是掌握一台电脑的这样一个上下文的。你要让它进入到某个，你再让它再套一层去写程序，我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把我的编程那个目录都放在我 Workspace 之外，不让 Open Cloud 去写代码。如果写代码的话，我就自己直接用 Open Code， 然后进入这个目录，进入特定的一个文件目录，然后去写就完了。然后我反倒让 Open Cloud 做编程以外所有其他的事情。了解，
了解了解啊，这个还是有道理的，这个还是有道理的。我也觉得 Open Cloud 这个东西直接写代码是有点就是你还不如直接去下命令呢。问一个这个 Open Cloud 去写的话，实际上你的指令更不精确。你 Open Code 也好 ，Cloud 它 Code 也好，它实过了一道际上是为编程任务高度优化的。是。再问一下这个啊，就是你现在用 Open Code 用的多，因为我原来用过一段时间 Open Code，但是后来 Codex 出这个 macOS 客户端以后呢，我就转 Codex 了。这个你比较过这两个工具吗？我其实说实话，我是喜欢用那个 Terminal 的，我是喜欢用终端的，因为我2000年就开始用 Linux 操作系统了。然后我过去自己那个创业做网站呢，就自己管服务器的。就除了自己编程是自己管服务器的，所以我对于远程的那个 SSH 到远程的服务器敲命令行管服务器，我搞了好多年，我从03年一直搞到2010年。所以对于这种命令行去做操作，对于我来说，对于这种编程任务，然后对我来说，实际上我是认为效率更高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就是说你写代码现在就是两种流派嘛。一种是用比如说 Cursor 这种一个图形用户界面，或者 Anti-Gravity 这种图形用户界面，还有现在是第二种流派，就是 Cloud Code 呀 Open Code， 它其实就是一个黑乎乎的 Terminal， 然后呢你在里面大段的输入文字，对吧？回车了以后，这个什么 Codex 的那个 macOS 客户端也是个 Terminal， 它只是给了你一个客户端，然后打开了以后就是一个 Terminal， 一样的。是没错，就是我是觉得 Terminal 这种方式，首先是我认为现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方式。在 Terminal 当中，这个 Codex 的 Terminal 呢，实际上功能它太单薄了。如果你用 Open Code 的话，它里面的功能会很全。比如说我在里面可以随时切换不同的模型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然后可以切换 Client 模式和 Build 模式，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 Session 上下文的管理，就是从这个可操作性、功能的丰富度，它是功能很丰富的。然后其实呢 Codex 是最简陋的。然后 Cloud Code 呢会多很多功能 ，Open Code 我认为功能是最丰富的，所以我自己更习惯于 Open Code。Codex 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叫什么呢？它那个 Terminal 那个版本确实是比较简陋，但是 Codex 的这个 macOS 那个版本，就是你刚才讲什么切换那个模型啊，什么做这个Session 的那种管理啊，什么多的这个就是多线程跑啊什么的，管理的特别好。哦，我没用过。我没有用过它的那个 macOS， 而且它这个客户端呢是有一个功能叫自动化，就是你可以在里头定这个几点给我干一什么事儿，几点给我干一什么事儿，它可以到时候自动去执行，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把 Open Cloud 的好多功能都可以跑在里头的。好，我回头可以找个时间试一试。不过最近没什么编程的任务，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Open Cloud 出来之后，好多编程任务都不需要去弄了。是，好啊，这个是对于不同的人的建议啊。那么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用这个东西直接去写程序啊，写程序老老实实的 Open Code、Codex 或者是 Cloud Code 啊。这个Open Cloud 不是让你干这个使的啊，这个是一个建议。然后你见过有人用 Open Cloud 去跑这个 Config UI 没有？没有，我这块我没研究过，但是肯定是可以的，可以做到的，毫无疑问。是，因为现在新的这些图像模型的话，就是他们对于语言的或者说对于提示词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我觉得 Config UI 的可能意义不是那么大了，感觉。主要是现在的这种图像生成模型太强了。就是 Nano Banana 呀，或者是包括 C-Dream 其实最讨厌的就是各种限制，特别讨厌。如果没有这么多限制的话，其实是很好用的。对。OK， 了解。那么包括这个哪些场景适合，哪些场景不适合，我们也讲明白了。那么现在呢 ，Open Cloud 其实有好多替代品。比如说像有什么叫 Nano Cloud， 还有叫什么，就是有一个用 Go 写的，还有一个用 Rust 写的，这个你试过没有？ Zero 叫什么 Pico 那个 Cloud， 然后 Nano Cloud、Zero Cloud， 对，因为这种的话，就是我觉得 Open Cloud 现在应对的方式呢，就跟原来
谷歌做 Chrome 和安卓那个方式一样，就是拼命升级。我只要拼命升级，你们其他人就等于要跟着我的标准，要不停的去跟版本。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把这些小的这种跟随的系统直接拉爆掉，应该是。我对这个问题看法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呀，这些各种用其他语言实现的这种 cloud 呀，它和 Open Cloud 呢，我个人认为目前它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是因为你不管用什么 Pico 啊、Nano 啊、Zero， 它是一个更小众的工具，实际上它更适合于极客，它的那个工具的丰富度啊、易用度啊、文档的它就是一个更极度小众的东西，所以绝大多数的新手或者主要的那个智能体的使用方，你用 Open Cloud 就足够好了，你其实没有必要去用那些更小众的东西。当然，对于有些极客，他比如说更加追求资源的占用，更加追求内核要很小，它可以更精细的掌控，然后他才会去用。然后这个呢，其实我想举一个那个案例来描述一下，这种使用场景的差异啊，就是我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2006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是用Ruby on Rails 去开发这个 Java 网站的，然后呢，我当时呢到我想想看啊，对，到2009年、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Ruby on Rails 框架也很庞大了，然后也很复杂了，其实你要去用它的话，你要学好多东西的。然后，但是我要做一些小项目呢，我又不需要用那么庞大的东西，我就想用一个更轻量级的，类似于 Ruby on Rails 框架。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呢 ，Ruby 社区有一个小的框架叫 Sinatra， 然后后面呢，我其实反倒是用 Sinatra 开发了好几个小的项目跟产品。所以我要如果是挪到今天来类比的话，就是大多数人还是会使用 Open Cloud，但是极少数的这种极客，他会觉得 Open Cloud 升级那么多，那么快呀。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啊，然后它的这个插件太多了，安装起来太复杂了，他想用一个更干净、更小巧的东西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他就可能会选择像 Zero Cloud 呀，然后 Pico Cloud 或者用那个 Nano Cloud 这种更小众、更极客的东西。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你没有必要去看那些更小众的东西。你真正是一个极客高手，你到了那个，你到了那种层级，你才会考虑到说。Open Cloud 已经不满足我的需求了，我要用一些这个其他更小众的东西了。了解，就是最终的标准或者最终的一个潮流还是会由 Open Cloud 来引导往前走，其他那些小众的它会跟随这个标准慢慢的前进，但是呢，它会满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对，是，了解。那大家还在下头留着言呢啊，等我再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问了，然后咱们看看留言都在说什么。对 Open Cloud 的未来展望啊，或者大家其实现在包括阿里啊什么也在出一些类似的东西。现在呢，这个 OpenAI 把这个 Peter Steinberg 拎过去以后呢，肯定也不是去做 Open Cloud 了，应该也是会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比如说你觉得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可能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类似或者是几个大厂，比如说 OpenAI， 然后谷歌Anthropic， 包括国内的什么阿里啊、字节啊，都会推出自己类似于 Open Cloud 的产品出来的。我先说这个 OpenAI 吧，OpenAI 其实我认为它的策略很明确的，就是呢 Open Cloud 会保持开源的状态往前走，然后甚至于 OpenAI 也会有工程团队去维护 Open Cloud。但是呢，它可以在这个开源的 Open Cloud 之上，去再开发一个商业化的版本，就是 Open Cloud 之上，我再开发一个商业化的版本。这商业化的版本呢，有一些更丰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你要用我商业化版本呢，那你就要付费了，对吧？你要是不想花钱，你就用免费的 Open Cloud 就行了。它是一个标准的开源软件的 freemium 的策略嘛。就过去那个这么多开源软件都已经。这个标准都已经走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是通的。你说这东西会不会像 Chrome 和 Chromium 一样？对，是一样的呀。现在很多软件都是这样。谷歌出 Chrome， 然后外边 Chromium 的那个版本是开源的，你们接着玩去。对，就这意思嘛。Chromium， 然后你们这个内核你们都可以拿回去自己搞嘛。但是 Chrome 浏览器我自己又加了好多东西嘛。
所以它是会以这种方式去往前去跑的。而且这种模式本身已经高度成熟了，所以 OpenAI 我认为它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走。然后再说 OpenAI 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它现在策略也很清楚，就是拼命的升级它的叫 Cloud Cowork， 然后用这个 Cowork 功能升级了之后，和这个 OpenCloud 来形成竞争，这个态势现在非常明显的。然后第3个竞争对手呢，就是 Google 呢，我认为啊，它现在它的重心并没有放在 Agent 上，或者说它要走的 Agent 的路线可能跟这个 OpenCloud 会不太一样，它更多的现在是在整合自身的这些产品，给它整合到这个整合在一起。对，然后 Grok 呢又是另外一条路线了。Grok 它现在跟 SpaceX 合并了嘛，所以你会看到几家顶级的大厂，它的路线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 Meta 他们现在应该还是稍微差半步啊。我说那个第5家就是 Meta 嘛，Meta 现在自己的那个模型还很拉垮，就暂且不提了嘛。虽然他收购了 Meta，是。我觉得 XAI 的模型目前还是差半步，就是它的 4.1 其实，虽然 4.2 Beta 有很多人说很好用，但是我测试了一下，有提升吧，但是在 Agent 这一块还是差的比较远，就是它现在其实压根就没卷到这一步。对，然后 Meta 的话，不是据说是要出一个叫牛油果的模型吗？现在大家在外边在喊。是还没出来嘛，所以现在它策略看不清楚嘛。然后国内的这些模型呢，我觉得实际上还是跟随的策略比较多，所以你要说它能做出什么引领呢？我目前我觉得看不到。是，了解。国内反正 GRM、Minimax、Kimi、千问和豆包啊，就是豆包 C 的 2.0， 现在基本上在一个起跑线上，我觉得。叫能用，但是大差不差这么个状态。就是从产品化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国内未来AI 的2个主力大厂应该还是字节和阿里。对，这是我的观点。剩下的那些实际上都是阿里的小伙伴，就是甭管是Moonshot， 就是这个月之暗面，还是这个 Minimax， 实际上都是阿里投资的。所以每次他们出新模型以后，阿里云先上，然后像字节，虽然你是开源的，字节要上这个可费劲了。是。来，我们看看大家在聊什么啊？我们瞅一眼，因为今天好像光前面我聊得很开心，然后我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啊？这个从头看一眼啊，偶尔发现这个不会用，不用的时候也会占20%的 CPU。哎呀，这个不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卸了完了。你像我最后就把它卸了。先赞后看啊，这个还没装龙虾，这装起来吧。看来我现在也是要装起来了。已经沉迷于养虾无法自拔了，这是一个估计跟你这个状态一样啊。坐等啊，这个都是在我们开始之前就来的啊。声音清晰，两位范老师好啊，欢迎。正好关注两位老师啊，对，有没有没关注范凯频道的啊？赶快去关注一个。范凯说 AI 啊，范凯说 AI 啊，对，今天是2个老范，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是恰好姓范。这个范也是大姓，中国的一个大姓。是，这个也没准啊。这个你老家哪儿的来着？河北。啊，那咱俩不一样，我是常州人，江苏的。你看你在上海，我在北京，结果你是河北人，我是常州人，这反过来了。对，这个直接用 Hyper-V 啊，这个啊这就不用费劲了。这个用 OpenCloud 深度分析对比哪个 API 性价比最高啊？这个反正 OpenCloud 就是功能在那儿，你就自己都可以用。不用 WhatsApp 的话，这个没必要用 Mac Mini。这个 Mac Mini 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 iMessage 啊，跟 WhatsApp 应该关系也不大吧？这个就是这些 channel 当中，实际上最好用的还是 Telegram 和 Discord。WhatsApp 我也连过，其实也就是它的功能比较简陋，所以推荐的还是 Telegram 那个和 Discord。我是这2个，我现在其实都连了。
但是我用我是连的 Discord， 我没连 Telegram。你连的是什么？你连的是啊，我的那个小龙虾是连的我的那个 Discord。哦 ，Discord， 对，但是我没敢把 Discord 放到我的那个会员群里，因为我会员群里快有1万人了。这个放里头，我估计我那点 token 夸夸夸就不见了。所以我本来说惦记去买一个那个139的 Minimax 套餐，就是想让他们在那里干活的，就放在那个 Discord 群里让大家随便扯淡去的。对，你也可以试试看，因为那个号称 Minimax 是蒸馏Cloud 模型蒸馏的最狠的，所以对啊，他花1300万条都是他的嘛，一共1600万条里的1300万条是他的。是。2017版的 iMac 啊，比 Mac Mini 性价比还要高些。但 iMac 你有一大屏幕啊，你每天你挂一大屏幕，你多占地儿啊，你别说性价比了。还没空折腾啊，等有空了找个旧的 Linux。Linux 装这玩意儿效果怎么样？它就是会打些折扣嘛，但是打的折扣稍微少一些嘛。就是 Windows 最惨。对。因为那个 OpenClaw 用的很多的工具啊，它一部分都是像 Unix 上的工具，另一部分呢是它自己开发的，可能现在只有 Mac 上有。Linux 移植过去可能还需要点时间。了解。指挥 OpenCode 编程啊，这刚才我们也讲了，尽量该编程就老老实实用 OpenCode 就完了，就别再指挥一层了。是。我觉得除非你远程嘛，你要如果直接在电脑上干活，你就直接直接指挥 OpenCode 就行了，就不用再绕一圈了。远程登录用 PKVM， 这个我还没用过。KVM， 对，这个没玩过。我感觉用高配的 Mac Mini 一个大的优势是 Ollama 这个东西，反正他现在也在拼命蹭。现在有一个叫 Ollama Launch OpenClaw， 他专门给了一个这样的命令，意思就是说它自动的在本地给你装一个 OpenClaw， 装好了以后呢，它可以在本地你去拉一个模型回来跑。但是这个东西你在本地跑模型就是这种，你像我的电脑是32G 内存，大概能够跑34B 的模型到头了啊，再大的模型基本上跑不动了。然后34B 的模型现在最新的可能也就是千问 3.5 的，可能有一个35B。第一个是很慢啊，然后跑起来那个风扇跟要了他命似的。然后第二个其实还是挺笨的。那你这电费结果都超过你买那个买订阅套餐，买 GPT 订阅套餐。是。然后 Ollama 现在其实最核心的商业模式是卖它的云服务，就是它在云端装了什么 Minimax 呀、GRM 啊、什么千问3的 Plus 呀、3.5的 Plus 啊，然后呢让你直接跑它的那个模型。实际上 Ollama 是挣这个钱的，这个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本地用 Ollama 的本地模型去跑这个东西啊，非常不划算。一个是很笨啊，第二个是很不划算，而且很吵。控制 Chrome 可以通过 Chrome Drive 啊，这个跟 VM 操作都行啊，跨 VM 操作都行。问题它没有你的登录信息啊，它控制 Chrome 也登录一个是很麻烦的，还一个我估计就是好多你还是得看着，因为我呢是在那个 WSL 里头装的那个 OpenClaw 嘛，我就没有给它那个浏览器的权限，我直接给它装了一个那个 Firecrawl 的那个 MCP。我把 Firecrawl 的那个爬虫的 Docker 挂在我的 NAS 上了。我说来，你需要什么网页，你上那儿去要就完了。但是你各种登录搞不定啊，非常麻烦。是。小龙虾可以自己剪视频吗？这个你试过吗？这个我觉得还不靠谱，就是它实际上剪视频，它到不了那种程度，现在到不了。是。我呢，因为每天剪视频啊，就是我太太其实每天剪视频。我现在对于剪视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视频你首先需要让大模型认识啊，说你把这个视频整个都读下来，对吧？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甭管你是上传还是他去拿收 token 去理解，这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痛苦。
对吧？我估计可能你要让它识别视频，第一件事是要做，在剪映里这过程叫代理模式，就是你先要把一个，比如4K 60帧的视频啊，变成一个480P，然后比如说20帧或者更小的一个视频，然后才能把这种东西扔到模型里去。扔完了以后呢，它再去识别说几分几秒出了一什么，几分几秒出了一什么，色彩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才能出这个剪辑方案。那个目前为止。甭管是传输的过程还是烧 token 的过程，这个我估计成本和效率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比如说在这口播视频其实是最好剪的，你拿那个文字稿剪就完了，对吧？但是我一直想去玩这个 City Walk， 我还买了好多设备想去玩 City Walk， 但是 City Walk 每次出去走完了以后，那个视频呢，最后都躺在我的 NAS 里睡觉了，因为实在是没空看了。我有一次还举着无人机。然后带着这种就是随身的摄像机，然后出去拍，拍完了以后，我下决心剪了一条啊，剪完了以后我自己吐了，因为呢，它这种随身设备，包括无人机拍出来那个视频，特别晕，看着晕极了，就真吐了，物理意义上吐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费这劲，就是 City Walk 了几次以后就是我就 City Walk 就 Walk 了，我就不拍了。等什么时候这个大模型本身可以能够很好的理解视频了之后啊，那就行了。其实理解视频以后再去剪，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再写一个很复杂的 XML 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扔给剪映，它去执行完了啊。现在有一些这个工具就是这么干的，就是他自己去理解，理解完了以后生成一个剪映的工程文件，那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 XML 文件和一堆的 JSON 的那个小包，然后弄完了以后，他自己剪映就根据这个东西找到素材干活去了，他是这样来干工作的。但是现在第一步搞不定。对，是。OpenClaw 不是只调用 Homebrew 啊，这个还有也可以用这个 Popman 这个 container 替代这个 Homebrew 啊，这个我觉得倒问题不是那么大。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程序员朋友。比如说这些很多工具，现在因为 OpenClaw 它是在 Mac 上开发的，所以它对于 Mac 平台的软件安装跟支持是最好的嘛。是。接入什么 channel 比较好用？就是 Discord 和 Telegram 这个两个是绝对是最好用。哎，你接过飞书吗？没有，飞书呢，你要首先是个公司用户，你得是一个企业用户。啊，是吗？个人不行吗？是，他现在要求你是个企业用户，然后企业用户完成了企业认证，然后才能接入。我一看到这一步我就放弃了。虽然我是飞书上我的确是个企业用户，但是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好吧，我估计他也是怕担责任。对，好追责嘛，你这背后我好歹有个企业嘛，可以追责到注册资本在那儿。对。GPT-2是刀的这个套餐不含 API 啊，它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是通过 Codex 的那个接口进去的，它不是直接通过这个什么来使，就是你如果你在本机不装 Codex， 你这个是没法用这个20刀的。怎么防止 OC 修改自己配置挂掉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我遇到过，因为我是之前我迁移，我最早安装的时候，它那个时候还不叫做 OpenClaw， 它叫 CloudBot， 后来它不是改名叫 OpenClaw 吗？整个配置文件呀，然后目录啊，反正就变了就很大的改变。然后呢，我就尝试着让小龙虾自己升级，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升级步骤，他说啊，这个反正我步骤都给你写好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但是呢，为了避免状态不一致，我第一个呢，先要把 CloudBot 给关掉，然后呢，关掉以后，然后文件迁移完了以后呢，再运行 Docker 诊断，都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启动 OpenClaw。好，我说行，没问题。他说你批准，我说批准，你就开始给我干活了。我自己关了就没有后边了吧？对，然后他就把自己给关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能够想象。然后后面所有这些动作我都是按照他那个指令，我一条条手工给执行的，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然后那个出现就启动不起来嘛，启动不起来，这个时候我就是把那些错误信息贴给 ChatGPT 或者贴给Gemini，
然后在那边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去手工改，改完以后，然后再就反正总之挂掉是肯定会碰到的。如果你频繁升级，碰到这种情况呢，那你就只好依赖于 Chatbot， 然后呢在那边来指导你一步步怎么修复。了解。这个一开始用 GPT， 现在改成 Gemini 了，20刀的套餐，都没有 API。对，但是 Gemini 最近好像是在封吧，就是 Gemini Cloud 好像是把这个 OAuth 那个开始封这个 Open Code， 开始封这个 Open Cloud 了。它是这样的，它封的是那个 Anti-Gravity 反向代理的端口，然后说其实 Gemini 有3种接入方式，一种方式是你买 API Key， 对吧？那这种方式消耗太大，我们一般不用。第2种方式呢是用 Gemini 的 CLI 的 OAuth， 对。第3种方式呢是用那个 Anti-Gravity， 就是反重力的那个，然后去做 OAuth 或者反向代理嘛。是，就是第3种方式用 Anti-Gravity， 现在是会被封掉，但是其实当时被封掉是因为发现有人滥用，他就一刀切的给封了。现在呢解决这个问题，他又给恢复了啊。所以就是说用 Anti-Gravity 理论上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然后呢，我是不建议这样去用。但是呢，如果你用 Gemini CLI 的方式去做 OAuth，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说这么干被封掉的。是，我是 Gemini CLI 的那个配成功过，而且我的那个 Open Code 也是跑的这套东西。但是我觉得写程序现在对于我来说还是 GPT 5.3 Codex 这个模型是最好用的。对，其实啊，这个 Open Cloud 调用的绝大多数的 CLI 工具都是跨平台的啊，这个是，但是反正这也没法弄。这个 iMac 也行啊，我2015年的也部署好了，好吧，就是你就有一大屏幕呗。这个我的 Mac Mini 就是最便宜的那一款呀，Mac Mini M4，去年双11买的，在那个叫啥，在拼多多上2900块钱买的，现在好像涨价到3700了吧？啊，这个配置我觉得没必要搞太高，有个最基本的配置就可以跑。16G 内存，256G 的硬盘。是。可以装插件转发 conversation 啊，把这个 web chat 这个暴露成 API，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稍微的小心一点啊，不要胡搞。特别是自己搞不太明白的人啊，千万不要胡搞。其实说白了就是要 macOS， 无论是 mini 还是 iMac 或者是 MVP 都可以，是这样的。Mac Mini 配置有要求没要求？怎么便宜怎么来。习惯用 LMDE 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这个里边跑在有没有人用这个虚拟机跑这个 macOS？ 其实 macOS 应该没法跑虚拟机的，因为它好像原来黑苹果也是需要处理的。对，它很麻烦，就也可以装那个 VMware， 苹果上也有 VMware。然后，但是你在 VMware 里面跑，这当然也可以的。对，你就太折腾了嘛。太折腾了，因为我曾经尝试在 Docker 里跑这东西，实在是太痛苦了。话说买 MiniMax 的积分和主流大模型 API 哪个性价比高啊？无脑猜测是 API 什么意思？没看懂。MiniMax 肯定便宜啊，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效果呢，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20年前，俺们用 FTP 的时候，这个就是按照 topic 和 task 的这个管理目录内容的啊，也行吧，这也没毛病。128G 啊，这个刚提到过啊，就是你说那个最便宜的那个2000多的那个 Mac Mini， 2000多 Mac Mini， 他说的是。我说我有2台嘛，一台 Mac Mini，还有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Mac Studio， 那个 Mac Studio 是128G 内存的。是，你 Mac Studio 你应该拿来剪片子，就不应该拿来干这个。这个有个问题，这些事情好像 Cloud Code 里头也可以做吧？你比较一下。
Cloud Code 呢，它没有怎么说呢 ？Cloud Code 本身是一个为编程去定制的一个软件，它的目的呢是它的目的是管理一个文件目录，而且它没有 OpenCloud 这样的一个 gateway， 就是有一个常驻内存一直在跑的一个东西。现在呢，当然也有人会这么去做，就是呢让 Cloud Code 一直去运行，然后通过一个插件呢，再给它一个 gateway 去监听一个远程的端口。然后呢，在这个 gateway 上面呢，再给它装一个 channel 的模块，然后让它可以去关联 Discord 或者是关联 Telegram。所以你会发现，你要在 Cloud Code 上面不断的升级再升级，最后你会把它变成一个 Open Cloud。那既然已经有了 Open Cloud，那我干嘛还要在 Cloud Code 上费这么半天劲，给它装一堆的插件、一堆的功能，把它升级成一个 Open Cloud 呢？了解。对，因为我现在是我的 Codex 后台是一直一天24小时在跑的，就是因为它是变成那个 Mac 的那个 APP 了以后嘛，它就一直在那24小时在那折腾。而且呢，你也不需要再给它配什么 Telegram 和 Discord， 因为你在这儿跟它的一些沟通和这个聊天记录吧，你可以在网页的那个ChatGPT 里能找着，它也是统一的。对，是没错。但是它的这种Workspace 的这种管理呢，它比较乱，因为它的云端是云端，这个客户端是客户端，它是不通的。你必须要比如说把本地的代码给它 push 到的这个 GitHub 上去，然后呢，它才可以在云端接着干活。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其实我个人觉得编程这个活呢，没有必要搞云端。比如说，如果我是编程的方式呢，我其实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我开一个 Open Code 就可以干活了。是，所以我倒不觉得说一定要把编程这个事儿搞那么复杂。不，他们弄到云端，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编程，就是 Codex 在云端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管理你的这个 GitHub 仓库，处理 pull request， 处理 issue， 它干这个使的，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把你的所有 issue 处理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直接用 OpenClaw 了。OpenClaw 装一个，它那个系统自带一个插件，叫 Copilot 的插件，装好以后，你把你的那个 Copilot 的 key 给它配好，这些所有的活你通过 Telegram 就直接让 OpenClaw 全都帮你搞定了。然后我看看啊，这个还有人说什么？Cloud Code 一样可以接第三方模型，我接过，效果奇差，最后那个是跑不出来，有时候，因为我接过 Kimi， 接过 Minimax， 接过这个 GRM 都接过，最后经常是跑不出来。Cloud Code 它现在在搞一个小动作，就是它会在中间会随机的生成一些就是这种请求当中，它会随机的生成一些那个字符串。然后它会什么呢？如果是 Cloud 自己模型呢，它这个字符串它就会忽略掉；如果其他的模型因为不知道嘛，它就不会忽略的，就会导致你 Cloud Code 接其他模型的时候，经常就无法命中模型的缓存，就导致其他的模型的负载会非常的高。就它其实用这种方式就不希望你用第三方的模型。是，好吧。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再看看啊，反正 Anthropic 现在小动作有点越来越多了，这个确实是很烦。128G 可以啊，我刚才不用128G，像我这32G 的跑这个千问 3.5、35B 都是可以跑下来的，就是慢点，而且这个风扇很响。我经常切第三方，好吧，这个第三方模型的时候有几率打字带空格，是的。它确实是有时候给你捣点小乱啊。这个 Gemini Live 很好用，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练口语的，好吧？这个我没用过。好，我们要快一些啊。黑苹果能用 OpenCloud 吗？应该也可以吧。它应该不挑，因为它我很多年没试过。它毕竟是一个那个 Node.js 的项目，它并没有那么底层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快速的往前走一走啊，然后可以装两个主机，装 OpenClaw， 一台配置坏了，另外一台远程去修，互帮互助。这个好像
说是可以，但是还是挺折腾的这事儿，我觉得。好了，再继续啊，然后我看看，或者你挑挑有什么啊？这个我看这东西看着费点劲啊。还有人说投研用 Gemini Client 也行，反正我用 Gemini 和 GPT 的模型比较起来，Gemini 我觉得还是幻觉厉害一些。即使到3.1也是幻觉厉害一些，而且升级3.1以后，我觉得整个 Gemini 模型的反应变慢了，而且经常有的时候跑不出来，因为我用 N8N 用的特别多，然后这个 Gemini 模型经常跑不出来。后来我把所有用 Gemini 模型的地方都改成 GPT 5.2了，效果奇好，而且非常快，还便宜。就是 Gemini 3.1 Pro 要比这个什么要贵，要比这个 GPT 要贵。GPT 反正刚拿1100亿美元，大家这个而且收购了 OpenClaw， 我觉得 GPT 还是有前途的。是的，优势是权限高，对，我觉得也是啊。这个 OpenClaw 最强的优势还是权限高。这个 PUA AI 这块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开心了啊，这个确实是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这个在今天跟范凯聊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 PUA AI 可以这么好玩，这个还是太有意思了。对，这个我就想补充几句啊，它其实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哲学。什么哲学呢？就是人类去做尝试的时候呢，他是试几次不行，他不就放弃了吗？是吧？对，人类他其实他几次不行，他就倾向于放弃了。但是对 AI 来说，他没有放弃这个概念。AI 要的是什么呢？你要设定的，就你 PUA 它的话，它就会不断的提高这个标准。当它提高标准了之后呢，它就会不停的用，因为一开始它会尝试用一种最简单的、最省 token 的方式去实现。但是你给它你骂了它之后，它就知道了啊，原来最简单方法不行，它就逐渐的开始用一些更复杂的、更升级的是。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就跟小老鼠走迷宫一样啊。只要这个路径是通的，只要你给它无限的资源，它总有一天会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的。了解。这个啊，伊朗战争啊，这个现在正打着呢，咱们还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呢。等出了结果，咱们再聊呗。这个咱现在不聊这个啊。我看看还有什么啊？这个，哎，你现在配的这个 OpenClaw 是多配了很多模型进去吗？然后在不同的事情上做不同的模型吗？是你用很多的 agent 来处理这个事情吗？那其实我没有，我就是一个单 agent， 一个 agent， 然后呢多个 session， 多个绘画，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个绘画，我可能临时会切到 Gemini 上去做一个跟图像相关的任务。另一个呢，我需要比如说让他做一些逻辑分析了，我就切到 Opus 上去了，就是给单 agent 多绘画。你是这么来处理的。你没有试过这个多 agent 相互吵架这个方式吗？我觉得没必要，你每个 agent 你还要给它设定不同的性格，然后最后呢，他们的因为不同的 agent 它有我自己的那个绘画，然后这个因为已经隔离开了，他们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管理起来会很费劲的。了解。OK， 我再看看啊，这个是什么啊 ？Coordinator 有权限管理 infrastructure， 然后这个太复杂了，我们就不研究你这个了。一个 Gemini 的笑话啊，在聊史诗狂怒的时候啊，他说啊，他会说这下子老子有点史诗狂怒啊，这个没看懂，这个太复杂了。日更也不是完全不行啊，走 AB 这个不行啊 ，A 上完 B 上，因为你总有一个是工作机器，你不能把那工作机器瞎折腾，对吧？你可以用不工作的机器去日更去。这个恭喜范凯老师解锁了，这是什么？Staging Production Separation， 就是它指的是我工作环境跟那个测试环境分开了嘛？是。不要让它自己更新啊！自己更新，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像我们以前做 APP 的时候，就是追求用户让我们自己更新啊，因为
其实我们以前做 APP 更新最主要的是换广告 SDK， 其实功能基本上是不怎么换的，但是你每次跟人签了广告约，你要换广告 SDK， 然后如果用户不更新的话，等于你新的广告费挣不到，这个就会有问题。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自己更新。删邮件什么的，是自己错误指导啊，这是肯定的。什么删邮件，像原来我们用 Codex 用那个 Gemini Cloud 还是干过那个什么呢？删本地文件，把本地文件都删光这种事儿，我们都干过。这个你要承受这个事儿，没有办法。讽刺这个，哎，他还是 AI 安全主管，这哥们儿，这个姑娘吧，就是在美塔的这个姑娘，我觉得就是脑子有坑，没什么别的，对吧？你说是个普通人啊，他还行，你自己是干这个，我觉得美塔直接把他开了算了。就是跟 AI 打交道呢，有的时候，他的逻辑对于他来说呢，可能他没法理解有些事情对还是错。就像最近流传的那个极客大灯那故事，说那哥们儿跟极客汽车讲说那个极客给我把大灯关了，然后极客回答说不行啊，我不能给你关大灯，现在开车呢挺危险的。然后他说了一个极客给我把所有的阅读灯都关掉，咔嚓一下车里的灯都关了，然后把外边大灯也关了。因为高速公路上没有灯，100多公里开着，然后他急了，说快给我大灯打开。然后那极客想了想，对不起哦，还没有这个功能，然后砰当前面撞上了。对，所以现在大家所有有车的人都在试，说这个关灯开灯怎么样？现在开始嘲笑极客了。但是 AI 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做各种事情之前要想清楚。啊，他用的是 Gmail 邮箱，还不是美塔邮箱，好吧？那这个不用担心，Gmail 邮箱随时就找回来呀。对，我估计就是他只丢了以后，他只是描述这过程，并没有说后来找不回来了。POP3 啊，POP3 实际上是收邮件的啊，你这个发邮件啊，应该是啊，我还真不知道删邮件走的是哪个协议，因为好久不碰这东西了。一般都是 IMAP 协议。IMAP 啊 ，IMAP 对，这个。快进到 OpenCloud 不小心删了 Time Machine 的备份，这个 Time Machine 备份，反正我是做过几次，后来把他们都干掉了，实在受不了。在家里整个42U 的机柜，疯了吧？在家里整个42U 的机柜，那么这个42U 的机柜本身耗电还不说，特别吵那东西。有个组件技能叫做 Google Workspace 啊，让龙虾管理你的工作啊，这个就是管理Google Drive 上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的吧？那我没试过这个组件。仔细看那些 screenshot 就可以发现邮箱是 Gmail 的啊，这还是在讲这个姑娘的事儿啊，那个就不管它了。同步啊，这个同步这个我没用过，因为我这儿都是直接跟这个 NAS 同步，效果很好，而且我跟 NAS 同步我是不需要 TileScale 的啊，这个在哪儿都可以用。这个墙内用这个啊，这个不如试试懒猫微服的这个组网功能，这个没试过，这个没试过。TileScale 我也在用啊，我的 NAS 上装这个东西，出去以后有些就还是要用它的。龙虾大概删除并清空了回收站，我估计也不会，但就是删了，然后后来他应该从回收站弄回来了。这 Obsidian 有 CLI 了啊，这个我也准备再装上试试。啊，你跟我讲了说不需要同步到手机啊，我这个又让我茅塞顿开。编辑 Markdown 最好的软件不是 VIM 你可以去这个什么吗？可以渲染吗？好像不渲染吧。可以用命令行调用啊，是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事情了啊。然后这个语音输入的软件叫什么 ？Typeless 有手机版吗？有，手机跟 Mac 都有，安卓都有，就是一个月就是1年100多刀。那你明年还是100多刀吗？不知道，反正说不定1年之后豆包又超过它了呢。好吧。也行啊，也行。渲染随便找个这个监听什么这个 Obsidian 的那个字体渲染啊，这个它这个用的是在 VIM 里面去渲染 Markdown 吧。
啊，是。事实上，如果你只是看文件，你可以桌面端渲染到一个内网网页，给自己的手机设备查看就行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其实我现在还在用一个东西叫做 Memos 啊，MEMOS，也是一个可以通过 Docker 安装的这种在 NAS 上面的这种笔记软件啊，我用了一个这个，然后另外一个用了一个叫 StoryDen。啊，这个 STORYDEN 的一个这种论坛软件啊，反正都是扔在我的 NAS 上去玩就好了。移动端查看 Markdown 文档啊，这个直接访问 Gitbook 啊 ，Gitbook 也是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呢，问题是什么呢？你有文件修改呢，你就要手工 git 提交一次，或者配置一个 fork。这个我不倾向于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不想让我本地这些工作文件，然后那个提交到 GitHub 上去，因为这总是一些私人的工作文件嘛。然后你提交到 GitHub 上去，不是很多私人的文件就暴露了吗？那万一你GitHub 账号出现问题呢？不用说你了，像我们以前做安全，我们就干这种事儿，就是在网上搜索什么这个，比如说。百度什么服务器的这个什么密码啊什么的都能搜到，就是百度还有什么腾讯啊什么，他们都会把，就是有一些程序员会偷懒，就是开一个公共的仓库，然后就把各种配置文件扔上去，然后再拉回来，然后在那个服务器上去处理，这样的等于省一个 U 盘嘛，然后都被扫出来了，扫完了以后就那个发过去，因为我那时候在猎豹移动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扫，说你看你们猎豹移动也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向老板汇报嘛，汇报完了以后马上开人。负责这个事儿人开掉，因为我们也是安全公司，丢不起的人。我觉得在小屏上用 Obsidian 很难受啊，这个也可以这么讲吧。平时古法干活干惯了啊，这个古法干活是在这个那个 terminal 里干活是吗？好，再往后跳一跳啊，这个主要平时。R&D 任务的 token 都不够用啊，这个 R&D 如果你都不够用，你就老老实实买200的就完了呗。这个，哎，我不知道有谁买过200的这个Anthropic 套餐，是不是就直接够用了，还是说也是跑着跑着就不够了？用的太狠了，也有不够用的。应该也有。不是说 IDE 将会要消失了吗？应该也不至于啊。因为我现在的主流 IDE 是 Anti-Gravity， 真好用那玩意儿，非常非常强大。而且我现在开始大量的用 Anti-Gravity 去处理各种文档，什么 Word 呀，什么 PPT 啊，什么 PDF 啊，什么 Excel， 我现在天天处理这个玩意儿啊，可开心了。因为你整他自己写一段 Python， 说我给你写一段 Python， 然后我拿这东西把它都处理一下。因为这个现在的 PPTX 实际上是个 XML 文件。Codex 自动化属实好用啊，确实很强。就 Codex 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完成一部分 Open Cloud 的功能了。用 Mac Mini 创建一个独立的单独的这个小账号跑 Cloud 可以吗？啊，是最佳实践吗？因为你这种事情是可以多账号嘛。多账号可以啊。但是它没有起到文件系统隔离的作用啊，因为给它权限足够高的话，它一样可以去控制整台 Mac。是，其实意义不大。树莓派啊，跑 Zero Cloud， 然后呢，跟我的 Mac 里的 Open Cloud 联动，这个也可以是吧？可以，就是你的电脑上的 Open Cloud， 你就通过 SSH 的方式，你就可以登录到你的树莓派上来呀。是。对，你这已经回复过了，怎么连啊？这个是通过啊，不是通过 SSH 来连，不用未来啊 ，Gemini Client 现在就超越迭代啊，就是现在都越迭代越像 Open Cloud 了啊。Gemini Client 我真的是好长时间不开了，因为 Gemini Client 我是觉得挺难使的 ，Codex 我觉得还凑合，特别是客户端很好用。Gemini 和 Gemini Client 是2个产品啊，是的。
后者是做编程的啊，对。怎么控制不同的任务在不同的 provider 上？不需要，这个就是开不同的 session 就好了。啊，你可以给每个 session 配这个 provider 啊，你可以给每个 session 配模型是吧？对是没错，每个 session 你给它指定用不同的模型。Telegram 美中不足的是不太安全啊，太不安全，太随意封号了。Telegram 封号封的很厉害吗？应该也不至于吧？你别出去瞎搞，应该还好吧？你天天出去加好友什么的，肯定会封啊。微信可以吗？微信是真的很容易封号啊，这个是真的。微信、QQ 都封号封得很凶。飞书跟钉钉，哎，钉钉我没试过。飞书你不是刚才讲是必须要企业吗？钉钉你试过吗？没有。哎呀，国内这些呀，我是不建议试，就是太费劲。然后呢，还有这种内容审核、各种安全问题，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太费劲了。对，而且微信这种东西一旦封了以后太麻烦，你基本上很难解开。这个两位老范啊，对公司牛马使用龙虾有什么建议吗？这使用场景是什么呀？跟你身份没什么关键，你要拿它干嘛？你准备用它来干嘛？是，这个是鼻子不太舒服啊。北方到这个季节确实容易出这个问题。准备买个新的 Mac Studio 128加1T，我疯了吧？这个你为什么要这么有钱呢？本地模型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啊！我极度反对大家去玩本地模型。Mac Mini 4 Pro 64，其实真没必要。就是 Mac Mini 现在我觉得最小的就够了，好贵。对的，飞书个人可以啊，不，你飞书个人可以用，但是你接 Open Cloud 的那个估计够呛。我是觉得你用这个 Telegram 用 Discord 多好用，干嘛非要去用那个飞书呢？我不明白。我估计他可能还是有一些国内用户他没法去挂梯子。你要如果国内用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你用龙虾你会碰到太多问题了。它的 Web Search 用不了，是不是？然后好多工具无法下载、无法安装，那你就干脆就别用了嘛。所以这个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国内没法挂梯子的人使这个东西啊。对，把什么东西封装成 Skill 串一起搞股票量化交易。虽然我看到有很多人号称拿这东西炒币、炒股，甚至是在这个叫什么闲鱼上跟人吵架，但我认为呢，这都是都市传说啊。至少我现在目前为止，反正我没见过真的。你见过真的吗？哎，就是量化交易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它不靠 AI，就是没有 AI 的时候，人家量化交易该怎么做照样怎么做。而且量化交易做得好的这种高频交易，它极其强调算力跟那个网络延迟的，你这个龙虾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嘛。是的。飞书就是有免费 API 次数有限啊，这个我们就不折腾它了，不研究飞书的问题了。最新消息 ，Cloud Code 可以远程控制和定时执行了，正在向 Open Cloud 进化。那么大家看来都在向这个方向走呗。Open Cloud 苹果笔记本电脑能够直接连接安卓手机，开调试权限后控制，能控制吗？这个什么意思？我没看懂这句话。你控制谁 ？Open Cloud 控制安卓手机吗？可以哈，那没问题，可以的。可以，就是拿 Type C 的线给它插上去，安卓手机开那个 USB 调试，用 ADB 的那个就可以控制。也可以用啊。是这个编程其实 Rucode 上挺好啊 ，Rucode 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 Cloud Code 和这个 Codex 出来以后我就放弃了，因为 Rucode 你最后必须在 VS Code 里，还是太限制了。
有老哥把 Codex API 接到了 Cloud Code， 这什么意思？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这么脱裤子放屁吗？小白部署容易吗？小白部署不容易吧？还是？哎，我今儿看一个特别好玩的，叫北京地区上门安装 OpenCloud 600一次。就是你整个 Mac Mini， 然后他给你装这个过程600一次。但是呢，我不建议任何人去使用这种方式安装，装完了以后，密码在人家手里头，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而且你给你装上，他就知道你挂梯子了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对，帮别人装梯子这事儿，这风险太高。对，所以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去玩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们在美国可以玩这个啊，油价涨了，那涨了呗。这个等他们把这轮大火箭刷完了再说呗。去国外用啥语音对话软件 APP 啊？哪款最好？还是 Tablets 最好？在大家都在免费的时候，他敢收钱啊，这个事儿就已经很强了。而且我现在看小红书上一堆人在那找 Tablets 的平替。Friday 分身是怎么实现的？多 agent 吧。底下回复了，我刚刚看到我回了。啊，一个单 agent 多 session， 好，没问题。用这个 group 来实现，好的。那你这个多 session 你怎么到那边去确认说谁该跟谁聊天呢？就是你多个 session 在一个 agent 里头，然后你比如说你在 Telegram 里头，你怎么知道哪次起的是谁呢？我是分它其实不同的绘画呀，就是像跟不同的人聊一样，比如说跟 Friday 1聊天 ，Friday 2聊天 ，Friday 3聊天 ，Friday 4聊天，它其实都是一个 agent，但是开了不同的绘画。就好比我跟你，就打个比方，就好比我跟 Telegram 里面我跟你聊天，它不是一绘画窗口吗？是。然后我又拉了个小群，我跟那个老范讲故事，这个群1，我跟老范讲故事，群2，我跟老范讲故事，群3。这群里面只有我们2个人，这不就相当于多个绘画了吗？就这个意思啊，这样的，好吧。Discord 的 channel 也可以实现啊，我是在 Discord 里。其实我在 Discord 里的，我看它是，比如在 channel 里可以有啊，就是有那个 peer， 就是单独的1对1的，然后还可以在不同的群里去拉进来，就是因为 Discord 是可以分那个什么的嘛，是可以分目录的嘛。对，它的一个目录就是什么？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绘画。是，如果把账号给龙虾也是有风险的。哎，没有什么事儿是没风险的，我告诉你。出门还会被车撞。就是已经没人提 Cursor 了吧 ？Cursor 还是有挺多人用的，只是最近风声没有那么响亮而已。刚来啊，2位老师好，你也好啊。这个画 Visio 的流程图有最佳实践吗？好像是有一个语言吧，就是我忘了那个语言叫什么了，就是它通过这个语言的方式可以直接描述出这个图来，就是像在 Notion 里头画类似的，甭管是流程图也好还是什么图也好，现在都是用那个一种叫 Mermaid 啊 Mermaid 的这种语言。对，这个是没问题的。OpenCode 啥时候也聊聊呗？OpenCode 可以啊。等回头我们找一天，咱们来聊一个编程的故事吧。咱们找一个这个程序的话题，咱们可以折腾一次。这个是其实用 OpenRouter 的 API 很便宜，不便宜吧 ？OpenRouter 是没有那什么的呀，没有那个叫做套餐的呀，你必须要按 token 付钱的，那个很贵的。因为只要是 OpenCloud 也好，或者是OpenCode 也好，你上 token 烧钱都是烧不起的，甭管你多便宜的 token 你都烧不起，必须得上套餐。现在有一个叫 ZenMux 啊 ，ZenMux， 他们是像 OpenRouter 似的，然后有各家的 API， 但是呢，他们开套餐的，那个挺好玩的。因为前2天他们还有人找到我说我送你1个月的，我说算了，你要送我1年的我就用了，你送我1个月的我就不用了。1个月20刀，然后呢，它就相当于你可以开一个 Cloud Code 套餐，然后把它那个 token
直接像 API 似的塞到那个你的这个什么塞到你的 Open Cloud 里就可以用了啊，它按套餐使的。请问一下 Mac Mini 配置要多大？应该不需要多大，很小的就可以跑。Open Cloud 有什么好玩的玩法啊 ？DC 里的功能刚转 DC 是什么 ？Discord Discord 啊。你像我的 Discord 里头，大家反正我现在 Discord 的群里，我自己有时候也在里头聊天，但是呢，大家自己在里头聊的可开心了，好几百人平时在线，然后里头有上万人啊，不到1万人，7、8千人。有时候用 coding 工具写一些需要保密的算法，除了本地模型，有什么办法避免算法泄露吗？拿笔写在纸上，可安全了。这种事儿别费这劲，对吧？没什么可保密的，真要保密就拿笔写纸上。对 ，Discord 适合复杂任务创建 Subagent， 哎，这个怎么玩啊？Subagent 它会自动的，就是一个复杂的任务的话，它自己会去创建 Subagent， 不需要你自己手工的指令。然后它那个 Subagent 它就会变成你 Discord 里面的那个 thread， 然后结束了以后，它就会返回那个返回主任务。就是你能够在 thread 里面观察到 Subagent 的那个的所有的这种任务状态，你还可以跟它对话。但是创建 Subagent 实际上是由 agent 自主创建，它不是你自己通过命令。是，Open Cloud 感觉还是 Telegram 用起来最舒服 ，Discord 有点复杂，是吗？因为我一直在 Discord 里用，但是我 Discord 用的也是比较简单的玩法，只是开了个窗口跟他聊天而已。Telegram 足够了，好吧？各个模型都有都做什么用的？这个反正我觉得你把 OpenAI 的 GPT 使好了就够了。伊朗发射了一波法塔赫，这个我们不研究了。伊朗这个等他把火箭刷完了再说吧。啊，已经快到头了啊！这个RD 应该是 RND 的 QLab RD Agent 是微软搞的开源量化交易啊，这个没弄过。哎，搞量化交易这个东西啊，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策略，其实跟你的那个用什么工具没太大关系。你赚钱的还是靠这个策略。是 Mermaid 的语言啊，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 Markdown 里头就直接可以渲染了。有梯子也过不了 Anti-Gravity 的认证啊？没有啊，我这儿挺好的呀。啊，但是谷歌最近这几天闹毛病啊，就是，我在应该是前天吧，就突然就不行了 ，Anti-Gravity 啊，包括 Gemini 都不干活了。然后呢，我说还到推特上去问他，我说是不是他把我账号封了？然后一堆人还在那同情我呢。过了半个小时好了。我觉得谷歌这几天的问题就都是在这个折腾，特别是他准备去封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去封这个反向代理的时候，他整个的那个后台逻辑有点乱。等他折腾2天吧。感觉就是 Cloud Code 的用法，这个还是不太一样。阿里今天出了一个叫 CoPo 啊，是的，这个 CoPo 好像也是一个类似于Open Cloud 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不太像 Open Cloud， 它有点像 Cowork 啊，有点像 Cowork。我说普通话 Mandarin， 这个一个老外说我是太监，什么意思？没听懂。太监就太监啊，这个无所谓了。好啊，没有新的问题了啊，我们2个也把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你最近还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没有？就我呀，啊，别的没碰到什么有趣的事儿了。现在最新的不就是除了折腾小龙虾之外，等有空的话，准备在手机上再折腾小龙虾吗？好吧，然后看看用小龙虾就控制手机嘛，然后让他我都准备好了，买了红米手机，给了他一个 SIM 卡，然后呢这个对吧？有了 SIM 卡的话，他就可以自己打电话、收发手机短信，可以让他自己注册一个微信账号，他不就是有一个虚拟的真实身份了吗？准备玩这个，最近没顾上。
我就尝试给一个 OpenClaw 一个真实的身份，然后让它运行在手机上，然后又可以打电话，又可以收发短信，然后又有一个微信。OK， 这个是你的下一步目标了。我下一步目标就是找一个 Mac Mini， 还是把它跑起来，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把你说的这些，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哎，我跟他聊天，然后他给我写稿这个事儿，让我是非常非常眼馋的。我现在写稿都是什么？就是先去阅读，阅读完了以后，这个自己在脑子里头要稍微的和络，然后再说，哎，这个我们都是手写。我现在稿基本上是 Xmind。写完了以后就开始照着出了，因为我出这个 Xmind， 就是我尝试过几次吧，用 OpenAI 或者是用 Gemini 去给我写这个演讲提纲，但是不行就是跟不上自己的节奏，自己念那个稿觉得特别别扭，最后还是只能自己写，可能还是需要多试几次。对，他是这样，就是我会把很多的素材丢给他。然后呢，把素材丢给他以后，然后让他阅读，然后再跟他说，我们之前的规范是什么样？你到那个目录先去读去。以前我的风格是啥，你也给我读。读完以后，我再给他丢素材。丢完素材之后呢，然后我再跟他说，我们今天先讨论一下这个我们的主题大纲是什么，然后想传达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这个讨论清楚了之后呢，下一步呢，是我们准备这个东西写起来，大概会分成。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个段落大纲应该怎么定，然后反正都是跟他来回讨论，然后我就是拿着一个麦克风跟他大量的讨论，他会帮我整理思路，会阶段性的记录的，然后最后呢，在生成文稿的时候就一段一段的生成，这一段生成我说，哎，这不对，你这个写的不像我，你给我改一改。另一段说这个写的不对，太四平八稳了，像论文，它不像一个长视频的口播稿。然后呢，最后我就觉得写的挺好了，然后我再手工再改一改，基本上现在我的流程都变成这样。了解。大量的现在80%的现在都是用话筒跟他口述了。我现在的工作方式还是说这个观点因为GPT 也好 ，Gemini 也好，还有包括豆包也好，因为我有时候还用豆包。观点不就是他没有我的观点，因为毕竟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有自己的每一个事情的独特的视角。就是我现在还是要怎么尝试让他把视角转成我的视角，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费劲的。不这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经验啊，你不需要让他变成一个另外的你，帮你去写稿。就如果你总是企图训练这个 AI 写得更像你的话，那你基本上不会成功。是，但是你应该什么呢？你应该让它变成一个你的助手，或者说让它变成一个你的怎么说？一个共同创作者。你是负责给他提供素材、提供方向、提供创意、提供观点、提供灵魂，然后让他去帮你去把思维组织好，帮你去提炼，然后帮你去把这个结构定一下来，然后你最后来拍板。了解。就是这个慢慢训练它吧，还得这么想啊。就是你创作这完整的过程，你要自己完全弄下来，它其实它有大量的工作嘛，这工作量还是很繁琐、很大量的，对吧？是。然后中间的很多工作你可以交给他来干，但是你不要企图让他变成一个另外的你。这个我觉得挺难把握的，这个事情比较，就是这个过程你描述的比较玄学，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分割，这个我要去研究一下。这样，我这个呢，我都准备做成一个我的付费会员的课程。就是我这么说，其实你很难理解。它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我从头到尾演示一遍，就是从有一个选题想法开始，从搜集素材到怎么定义主题，到怎么变成段落大纲，怎么一段段写出来，这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创作过程。然后我要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再一步步拆解，这样我才会有体会，才能够有体感。好，那么我觉得差不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到这里，也感谢这么多朋友一起陪伴我们聊天啊，然后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个大家还是先试起来啊，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点折腾能力的，
就试起来啊。如果你说我完全没有折腾能力的，这个千万不要花钱去买那600块钱一次的那个安装啊，那个太危险了。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谢谢老范讲故事。